冰天雪地里，一位身姿飒爽女孩手执长剑，傲立于天地之间。心有不甘的她想要改变命运，更想要有朝一日能够为玄幽部底层的人打破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因此才来闯关。紧接着，守护徽标的冰封侍卫随之苏醒过来，扶摇拿起长剑迎风直上。只见他身姿矫健，见招拆招，没有丝毫畏惧，不断反击。几个回合下，他便将侍卫打成冰渣，然后又腾空而起，飞向冰塔，准备拿到玄元徽标。眼看就要触手可及，就在这关键时刻，一条麻绳将扶摇拉回现实，直接掉落到一个房间。之后我们迎来了全剧第一个反派师姐裴苑及婢女阿烈一起出场，两人一见到扶摇，就对他进行一番言语辱骂。大胆，见了师姐还不行礼！他违抗门规，私闯五行密室修行一事，身一跃，便利用手中的绳索顺利从万丈悬崖逃脱下山。只是可怜的阿烈被他这么一弄，摔得可惨了。山脚下，一温润如玉、衣袂飘飘的白衫男子从远处走来，扶摇一见到男子脸色欣喜，连忙跳树而下。他正是玄元掌门之子，玄元派的大师兄燕京晨。这时，裴苑跟阿烈也姗姗赶到，不过他却是来告状。今日便不能再护着这个贱奴了，他胆大包天，竟然敢私闯修行密室，偷学功法。大师兄询问扶摇是否真有此事，扶摇供认不为，可大师兄依然还是帮扶摇开脱，让他赶快离开，并拦下想要去追扶摇的裴苑。大师兄故意转移裴苑的注意力，邀请他一同去参加大礼。裴苑爱慕大师兄已久，自然是爽口答应。不料二人的对话被尚未走远的扶摇听到，而玄元派以衣服颜色划分等级，扶摇所在的玄幽部皆身穿黑袍，乃是玄元山上最低级的地方，自然没有资格参加祭祀大礼，所以他只身一人攀登悬崖，赶往祭祀典礼现场。此时玄幽部的杂役小七也偷偷来看热闹，还拿到了一套青袍给扶摇换上，以此来冒充正派弟子混进人群。祭祀典礼即将开始，掌门燕烈位于中间，荣耀报效太渊。听到掌门宣布只要是玄元派的弟子就能参加，扶摇忍不住就向小七抱怨：我还是看不起我们玄幽部只是黑袍。这时候玄幽部管事的周叔突然出现，怒气冲冲地将他们一同带了回去，并对二人一番责备。扶摇机灵鬼怪，周叔对他又爱又恨，几棍打在扶摇的身上后，周叔还是将扶摇最喜欢的差事交给他，让他下山取酒，不料却在途中意外撞到了人。为了捉弄扶摇，心机女直接命人提前在半路上设下猎网和行踪，也因此被追兵直接带走。随后，轩辕明被带到一偏僻小屋中，齐镇义子云痕做事心狠手辣，当即下令让人杀了他。就在轩辕明即将断气之时，侍卫来报，太渊坤金，太渊国国王轩辕任已病入膏肓，他在床上嘱咐着世子轩辕斋要尽快除掉国公齐镇。齐镇觊觎王位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他若不除，轩辕王脉不保，他们必须要先斩草除根。这番话被施下秘术的国公齐镇听到，齐镇一怒之下，决定于今夜夺取太渊，杀尽轩辕王族。坤金皇宫一夜之间血流之河，世子轩辕斋死于齐镇刀下，全都宗子轩辕明带伤逃了出去。在树林被恰好路过的取酒的扶摇所救，却没成想中了心机女的埋伏。被吊起来的扶摇大声呼喊，引来了山上大师兄。大师兄把扶摇放了下，并且亲自给他包扎伤口。与此同时，国公齐镇已带领重兵来至轩辕山，并找了大夫为轩辕明治伤。而为轩辕明治伤之人，乃是赫赫有名的医圣宗岳。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治好了轩辕明。轩辕明醒来，齐镇却以一杯茶水试探。遇水之术乃是轩辕家族独有，但齐镇却因为他会遇水之术，以为他就是全都宗子轩辕明。万万没想到，其实在床上躺着的人是天权国的太子长孙无忌。与此同时，扶摇被周叔惩罚洗衣服，小七就急匆匆找来，快救救小白吧！为了救小白，扶摇决定以身试险，到悬崖上采摘可以治病的百芝兰。到了境崖，扶摇好不容易爬上去拿到百芝兰，就被突然冒出来的长孙无极夺了去。一个是玄元派最底层的奴仆扶摇，一个是出身尊贵的五州之首无极太子。树藤正缓缓向他们靠近，扶摇见机行事，用鞋子上的泥巴敷的无极一脸，然后再借助无极之力推波上岸。而此时水里的无极被树藤缠住，树藤越动越紧，他只能认输，让扶摇帮忙拉他上去。扶摇便让他交出百芝兰，长孙无极却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将撒泼耍赖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如我现在就把这百芝兰给吃了。扶摇只好听话照做，不料下一秒长孙无极竟故意松手，导致扶摇掉进另一边水池里，也被树藤缠住掉下去了。我刚救了你，你怎么恩将仇报啊？随后长孙无极一脸幸灾乐祸地丢下扶摇，自行离去。这个老狐狸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几年前就把侄女裴苑安排到玄元派，
就是让他笼络江湖门派的实力，也是为了自己能掌控太渊国做准备。老狐狸眼睛很毒辣，一眼就看出来他心中有中意之人，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果然，爱情在男人面前毫不值钱，比女人更懂得自己要什么。余胜就用法力把百芝兰的精华取出，让长孙无极吃下并取悦他。原来长孙无极能够驾驭遇水之术，都是因为医圣的帮助。他服用花也是为了继续遇水好骗过奇珍。另一边，一夜未归的扶摇正躲躲藏藏的，生怕被周叔发现，可最终还是没有被躲过。周叔自然猜到他又惹祸，举起棍子就要打，幸好小七出现替扶摇解围，周叔这才作罢。着急的周叔就赶紧让扶摇换身衣服去前院伺候。此时宴席上的长孙无极一副无精打采、吊儿郎当的样子，误扮作碌碌无为、毫无见识之人，为的就是降低老狐狸对他的疑心。这时燕京晨和裴院走了进来，掌门立马给他们介绍，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裴院就亮明了自己身份，见过姑父。把掌门父子俩听得一脸惊讶，自己身边还有这样的人，着实吓一跳。裴院却让大师兄不要因此而和自己生疏，他永远都是他的好师妹。这时扶摇也端着美酒缓缓走到长孙无极跟前，扶摇一眼就认出了跟他在泥潭中争执的长孙无极，他想起先前路边救下的柿子，当下便知道了眼前这个柿子是假的。长孙无极生怕坏事，当即叫住他，让他给自己倒酒，又当众让扶摇出丑。随后长孙无极只走了跟在他们身后的云痕，再将扶摇带进房间跟他摊牌，而扶摇也怕他把自己去偷百芝兰说出去，只好装作毫不知情。说什么？奴婢听不懂。孙无极为了逼扶摇说实话，直接将其逼至墙角。可怎料扶摇对玄元山的房间无比熟悉，在情急之下触动机关，用乾坤链锁住了长孙无极。死丫头，你还留着这招啊？但长孙无极则表示百芝兰已经被自己吃了。正在此时，听到云痕来送衣服，情急之下，长孙无极就稍微那么一用力，乾坤链便随之断开。原来这区区乾坤链根本就困不住他。当云痕推开门的那一刻，却看见两人秀恩爱的场景，自然没有再起疑心。而扶摇后知后觉的从周叔口中得知大师兄跟裴院要联姻之事，他不肯相信大师兄会负他，为此他擅闯玄正部，想要找他问过清楚，却没有看到大师兄。直到经过桃林之时，扶摇碰巧看到裴院和大师兄的亲密举动，弄得他措手不及。而大师兄同时也看到了远处的扶摇，可是他为了裴院背后的势力，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扶摇离开。扶摇离开后，便独自一人来到僻静之处散心，听到有动静，还以为是大师兄追了上来，当他回过头来，却大失所望。裴院因为亲眼目睹大师兄对扶摇搂搂抱抱，醋意大发，东西从来都不会落空。于是趁着扶摇睡着时，命人偷取他的血月级，报名了甜豆赛，想让扶摇在赛中死去。无辜的扶摇莫名其妙地参加了比赛，而在分队中青队和红队都看不起扶摇，不欢迎他，只因他是奴籍身份，更是怕他拖自己队伍的后腿。最后被人人嫌弃的扶摇要求自己一人一个队伍，而甜豆赛的第一局就是在临近地宫里重新封印上古神兽。大师兄担心扶摇的安危，要扶摇躲在自己身后保命才是，还发话扶摇哪一队都不属。不料红队青队一进洞口就被上古神兽的庞大吓坏，上古神兽一出现便把红队青队踩得人仰马翻，而青队的大师兄趁乱拉走扶摇，要他好好躲着。他不知道的是，其实扶摇早就见过上古神兽，他还和长孙无极一起将上古神兽驯服，所以知道如何治神兽。但大师兄却不相信扶摇有办法，还认为扶摇是在为自己添乱，然后又慌忙跑出去帮助新姬女。此时的新姬女醋意大发，还要跟大师兄使性子。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他走。接下来，大师兄与新姬女二人合力同时进攻，一个攻头，一个攻尾。可怎奈上古神兽皮糙肉厚，刀剑不入，几番下来依然被他甩落在地。扶摇眼看大师兄有危险，便以身示险，用剑敲打玉环发出声响，想引开神兽的注意力。果然，上古神兽转过头来，一路狂追扶摇，犹如海啸般的速度，穷追不舍，中飞跃起来，踩在大师兄的头上，一拳踢中神兽的命门，神兽瞬间倒地。比赛艺人闷闷不乐，在角落里借酒消愁。突然，一只小可爱跑来，引起了他的注意。扶摇想伸手去抚摸它，却被小可爱嫌弃的撒腿就跑，而下一秒就跑到了长孙无极肩上。他贴心的将一瓶金水凝露交给了扶摇，称此药能治神兽留下的毒。扶摇很不解长孙无极为自己送药的原因，可长孙无极却对扶摇一番戏谑调侃，看到他心情有所好转，便起身离开。扶摇看着手中的药瓶，脸上露出了笑容，而长孙无极也被愉悦的心情填满，脸上充满了喜悦。
二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彼此。与此同时，玄正部的弟子带来大师兄染血的衣物，让扶摇清洗干净。扶摇得知大师兄伤势很重，他想要进玄正部看望，却被告知他不得再进玄正部。今天扶摇骑着神兽招摇过市，自然引来了新经理的不满，便在掌门面前添油加醋。掌门本来就看不惯扶摇，气急就下令不准他进入玄正部，否则他会按照门规处置他。扶摇很担心大师兄的伤，还是去了，还特意把长孙无忌给他的药给了大师兄。谁知扶摇在离开的时候却被新经理抓住，原来这都是他设计引扶摇过来的。这下子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让掌门处置扶摇。大殿上，燕烈不仅想以扶摇私闯玄正部一事责罚他，更是想将盗窃的罪名扣在扶摇头上。拿出扶摇送给大师兄的凝露，盛装凝露的瓶子珍贵无比，并非是扶摇一个小小奴仆所能拥有的。扶摇出言解释凝露是他人所赠，却不肯透露赠送之人的姓名。无念之境里，扶摇一踏进其中就被冰封在墙壁上，整个人动弹不得，很快被冰封，陷入了昏迷。关键时刻自然少不了男主角长孙无极，又一次救下了扶摇，但长孙无极却惊奇地发现，他居然控制了体内尸骨之寒。虽然很诧异无念之境的极度寒冷竟然没有对扶摇造成伤害，但他来不及多想，急忙将他带出了无念之境，并放置于后山山林。同时扶摇平安无事的消息传到新晋女耳中，她气得红了眼。他千算万算也算不过扶摇的好运气，而获救后的扶摇被送回了玄幽谷。他醒来后却不愿意退出比赛，走到这一步，扶摇决心要让自己更加强大，他要在田斗赛中打出一片天地。赛场上，其他弟子都是两两一对，只有扶摇孤身一人，而这个时候怎么能少得了男主角？果然，长孙无极就出现在扶摇所在的平衡木上，两人过关斩将。最终扶摇拿到了龙骨伞，却没想到在两人乘龙骨伞的下时，龙骨伞突然间四分五裂，他们一下子失去了重量，相继掉入迷雾之中。长孙无极及时抓住了扶摇的手，却已经阻挡不住下坠的趋势。眼见谷底便是深潭，在确定扶摇会求水后，他用力将他甩入深潭，自己则整个人撞上了峭壁。而周叔给扶摇的烧火棍也在入水后突然变换了形态，牢牢地扣在了潭底。原来它是一把钥匙，瞬间打开机关，紧接着扶摇缓缓沉入水底。当他睁开双眼，眼前是别有洞天。好奇的他站起身来，突然幻化出几个人形的水人在练剑术。扶摇手里也莫名多出一把长剑，他身形不受控制的随着水人一同练习招式。可下一秒，只见水人开始冲撞扶摇的身体，最终导致扶摇倒地昏迷。与此同时，穹苍境内的幻生殿产生异响，殿中黑雾缭绕，似有一股力量正在觉醒。忽然间，殿堂正中央出现一容颜姣好、面带欣喜之色的黑山女子。女子便是幻生殿殿主飞烟，也是地飞天的后人。他深知天生异象便意味着五色石少女终于出现，也意味着地飞天即将重现世间。又因为他是玄元派最底层的奴仆，便总是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如今扶摇竟然走到了总决赛，而最后对决的对手正是与他惺惺相惜的大师兄燕京晨。大师兄看到扶摇，心中诧异又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与扶摇对战的一天，他不想要看到扶摇受伤，希望扶摇能够认输离开。可扶摇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他只想要跟燕京晨做一个了结。若是他今天赢了这场比赛，他便可以恢复自由之身。他想要离开大师兄，更想离开玄元山。只见扶摇刀起刀，却扔下手中长剑，甘愿认输。因为他回想起了过去，从小就是大师兄照顾他、保护他，教他练习剑法。回想起从前大师兄对他许下的诺言，扶摇泪流满面。本派4位大弟子，这次终于有人敢站出来说话，表示对比赛结果不满意。长孙无极见此，连忙也起身为扶摇抱不平。他也认为比赛不公平，向掌门提议要不就再比一场。不料就在燕掌门为难之际，心思歹毒的裴元竟然公然污蔑扶摇。没想到裴元口无遮拦，说出如此恶毒的话。大师兄为了面子和地位，竟然违心的承认了，这让扶摇更是失望。可他们却有所不知，扶摇为何会功力大增，是因为扶摇跌落水底，周叔给他的烧火棍幻化成一把钥匙，打开了水底的机关，扶摇便跟随着幻化出来的水人练成了一套绝世武功，所以扶摇才能站到最后。本来想念旧情把冠军让给大师兄，却没想到裴元根本不想放过他。此时本来要离场的扶摇心寒至极，忍无说完便向大师兄发起攻击，但扶摇却是只守不攻，而大师兄以为他是侮辱自己，瞬间被气得火冒三丈，准备使出全部武力对付扶摇，走上前去，恶狠狠地向扶摇出剑，却没想到被扶摇打得应接不暇。扶摇的功法令全场之人大胆惊叹。又在大师兄即将落地之时，扶摇握紧拳头，狠狠地补上一拳，让你知道，这就是你们眼中的贱婢。与此同时，
店掌门认出扶摇使的是本门的破九霄，突然在背后出手打晕了他，并表示这是先祖封印的禁术，若是心性不正之人修行恐为破世人，迫于形势才出手打晕他以调查清楚。店掌门更是不管周围的议论纷纷，直接把他囚禁了起来，逼他交出破九霄的法宝。可周叔没想到，就算他千藏万躲，还是让扶摇学会了破九霄。为了能救扶摇出去，周叔送了些点心给看管的人吃，趁机将其迷晕，想让扶摇离开那个密室。还没来得及离开，就被外面的玄元弟子发现。周叔为了保护扶摇，打开了一座石门，拉着他冲出去。不过密道机关已经缓缓向下，周叔为让扶摇顺利离开，不惜以身抵在了石门之下，将扶摇推了出去，但是自己却没能逃出来。扶摇满心焦急，但是却无济于事，最终也没能逃脱。而燕烈为了得到破九霄的心法，想出来个恶毒的主意，就是借助扶摇对燕京城的信任，让扶摇服下猎魂散，就会从扶摇口中得到想要的答案。但是1个时辰之后，扶摇将会变得神志不清，变成一堆腐肉。燕京城拿着药粉，泪流满面。就在他犹豫不决之时，裴院抢先在他前面买通守卫带走扶摇。他看到扶摇已经消失，心下一喜，为自己逃脱伤害扶摇这一机会而庆幸。不曾想扶摇已经被带到了悬崖边，心思歹毒的裴院一直对他恨之入骨。他不想等到师父处决他，而是想要提前对他动手，杀了扶摇。他用小七作为威胁，逼迫扶摇跳下山崖。扶摇不愿让小七再出事端，为了小七，扶摇甘愿纵身一跃，跳下万丈悬崖。殊不知，裴院非但在悬崖底做了机关，更是出尔反尔，一同将小七推下了山崖。扶摇跳下悬崖，的确是遭受了很多暗器和机关的袭击，但是好在自己命大，还有真命天子长孙无极的及时出现。他手握藤条而来，紧紧地拥住了往下坠落的扶摇，救了扶摇一命。未等扶摇松口气时，小七的呼救声传来，扶摇慌忙飞奔上前，拉住了小七。扶摇消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玄元山，裴院又假惺惺地给师父道歉，但师父依旧很生气，他觉得裴院太过自作主张。裴院自视自己有靠山，所以能给燕京城一切，但燕烈不糊涂，他知道实施的终究抵不过给自己拥有的，没有任何人是靠得住的，就连裴院的娘家也不行。裴院听了很不以为然，觉得自己的身家地位完全可以护住燕京城。听着裴院沾沾自喜地说着，燕烈明白自己就是对牛弹琴一样，最终失去了耐心。裴院一肚子怒火，觉得因为扶摇而使自己受责，所以又打骂了身边的奴隶阿烈。殊不知扶摇已经在他身后，裴院刚进入房间，扶摇就往他的左脸上划了一刀。但是为了这么多年裴院一直暗箭伤人，所以这一刀是作为回报给他，还有一刀就是这个恶毒的女人言而无信送给他的。而裴院看到扶摇又奇迹般的回来，又气又愤怒，他千方百计的挖陷阱让他跳，却是每次都没能让扶摇死去。看来他还是低估了扶摇顽强的生命力。裴院自然忍不下心中这股气，不仅想要杀了扶摇，还要让扶摇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而两人的动静自然被跪在房外的婢女察觉。可刚才裴院就对着他们大发脾气，还责罚他们跪在原地，平常也对自己的贴身丫鬟都拳打脚踢，并不把他们当作人看。阿烈早就对他心中存有怨念，自然见死不救。此时燕京城正在跟父亲商量与裴院的婚事，得知扶摇是被逼跳下悬崖死去，提出自己想悔婚的想法，他现在心如死灰。而裴院心狠手辣，表里不一，他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妻子，但燕烈碍于裴院娘家的势力，根本不管儿子的感受，坚决不肯同意，还让燕京城跪在大殿上，直到想通为止。而裴院自知打不过扶摇，为了赶尽杀绝，甚至使用祭血神功对付扶摇。幸好扶摇体内有长孙无极的2个小时的功力，几个回合下来，裴院非但不敌扶摇，反被自己的祭血神功所伤，但是却因为心存善念没有取对方的性命。他却不知道，就因为自己的一点善念，给自己以后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一旁被裴院罚跪的阿烈看到倒地的主子，不仅没有救他，还用刀在裴院的脸上又划了几刀，让其彻底毁容。不仅如此，阿烈还拉着另外一个婢女，两人一起握刀，一起报复。而这一切都被扶摇看在眼里。不过他对裴院并无半分同情，只认为裴院是自食恶果。与此同时，齐振为了能登上太渊的王位，找到了飞烟店主。云痕专门选定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山明水秀，是个会见飞烟店主的好地方。到了晚上，雷轰电鸣，齐振用剑划出血痕，将自己的鲜血燃在烛光之上，心中充满了欲望。看着前方若隐若现出现的宫殿，他祈求飞烟店主赐给他御水之术。飞烟店主听后，他将获得御水之术的办法告诉齐振，让他在红月之日以摄昆凌为姓，以轩辕血为引，献祭天地，这样就可以掌握御水术。齐振终于等来了自己最渴望的一天，他眼睛都泛起了红光，面部狰狞，好像看到了近在咫尺的王位。看范围，
长孙无极早就料到齐震的动作，等云痕带着大批人马赶到时，却早已经不见长孙无极的踪影，而这一切也被燕家父子看在眼里。燕烈却让燕京城视若无睹，一种可怜叫做源血脉。殊不知这是长孙无极给他下的套，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他们两人互相残杀，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所以太渊的王位必须要由齐震亲手扶他上去，这样他才能易如反掌地清除掉齐震的爪牙。而国公正一步步进入棋局中，自己完全不知道，还在对张鹤年手上突如其来的轩辕血脉十分生气。而义子云痕则分析起眼前的局势，认为是张鹤年早有预谋，且世子的失踪也跟张鹤年脱不了干系。听到此话，齐震回想起眼前的一桩桩事情，断定自己身边藏有张鹤年的耳目，甚至认为张鹤年苦心蛰伏这么多年，同自己目的一样。与此同时，张鹤年已经带着轩辕辉进宫面圣。轩辕任一看到少年就笑了起来。轩辕辉说他父亲是信南湾轩辕夏，可是从查过族谱后发现轩辕夏这一脉并没有子嗣记录在册。轩辕辉解释自己的母亲是府中丫鬟，生他下来就死了，所以没有记录在册。此话一出，大臣们纷纷对轩辕辉的身份存有疑心。就在大家为他的身世争吵的时候，齐震出现了。他向众人提议带轩辕辉去玉灵台验证，只要轩辕辉能够证实自己的玉水之术，便能证明他是轩辕血脉。而这一切早就在长孙无极和宗岳的控制中。昔日五州与穹苍一战，天地五分，太渊执掌水权，这水既能赐一方土地富者，也能让其顷刻间化为泽国，一无所有。所以太渊唯有玉水才能治国。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太渊连续数月暴雨不休，长孙无极自然十分期待齐震将会如何接手这局棋盘。随着轩辕辉被齐震带到玉灵台，而玉灵台又是掌握着太渊国的所有水，只有修复好它，才能阻止水患。所以轩辕辉必须修复好它，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在齐震的压迫下，轩辕辉缓缓走上前，熟练的运转功法，驾驭着眼前的水流。可遇水并非易事，昆京在轩辕辉的玉水下，非但没有停止暴雨，反倒风雨更加猛烈，穹苍漏顶，天地间狂风暴雨，如洪水猛兽一般，给昆京带来了巨大灾难。扶摇一行人更是在桥上寸步难行，他们接二连三地坠落水中，就连身经百战的战北野也无法幸免。而战北野落水令全体士兵手脚慌乱，原来赫赫有名的战北野居然不识水性。扶摇见状慌忙跳下水中救他。自从扶摇离开玄元山后，就踏上了寻找身世之谜的路，可却在途经竹林时被林中黑雾缠绕，产生了幻觉。幸好他遇见了天煞王国的猎王战北野，意外救下了他。战北野此次是为了护送摄昆凌而来。而玉灵台上，轩辕辉依旧镇定自若，他不停地运转着功法，最终在顷刻后将穹苍浴火，止住暴风雨，让太渊王国重见天日。齐震则是满脸的震惊，停留在原地。玉水之术已证明轩辕辉是轩辕血脉，轩辕辉在众臣的见证下成为了新世子。齐震心心念念的王位终究还是差那么一步，现在也只能在梦里有，对此很是愤怒，却又无力阻止。另一边，扶摇将溺水的战北野救上岸，部队中众人都争先抢后的想要上前救昏迷的战北野。孰料琼叶族的公主雅兰珠突然间冲了出来，她爱慕战北野已久，如今好不容易能追上战北野，当下说什么都不肯放过这次机会，根本不顾女孩家的形象朝战北野的俊脸凑近。战北野却突然醒来，而他看着眼前热情似火的美人，居然无动于衷，更别说怜香惜玉，毫不留情地将她推开。霸道总裁宠小娇妻都是这么干的吗？原来白天扶摇救了战北野后，为了表示感谢他，便让手下寄予将一袋金子交给扶摇。扶摇收下金子想离开，可战北野却没想过放扶摇走，急于将战北野的话转达。战北野称摄昆凌的下落未找到，所以扶摇的身上还有嫌疑未脱，他需要继续与他们一行人同行。扶摇自然不愿意，明明刚刚才救了他，现在又要恩将仇报。他上前不断地敲击着战北野的房门，想与战北野理论，却不想雅兰珠的身影再度出现。过往的一辆马车吸引了扶摇的注意，马车上的标记正是他和小七约定好的标记。他想尾随马车而去，但是需要进城必须要通关文牒，于是便趁着夜色潜入到战北野的房间当中，盗取通关文牒。殊不知战北野就已经有所察觉，但料不到他会有什么动作，所以战北野只是假装睡着，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想搞什么鬼。真是一个比一个有心眼呀！而一心想要偷取通关文牒的扶摇，却被战北野捉弄了一番。他一个转身，通关文牒压在下面，扶摇自然是拿不到，然后就想用地上的草席刺激战北野，没想到战北野一个转身，就把扶摇压在了床上。扶摇轻轻地推开他的手，准备拿通关文牒，而战北野却倒围过来，但手下一听打斗声中传出女人的声音，并且是在说放开我的声音，
而战北野则是说我偏不放。顿时，手下一副老司机秒懂的样子，真的看起来蛮好笑的。众人离开时，房中再次传出扶摇的挣扎声。为了让战北野放了自己，他将今天看见小七的事情说了出来。战北野想要让扶摇说出小七的下落，可扶摇却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战北野向来不受威胁，扶摇又想故技重施，而这一次战北野更是以箭一般的速度冲向扶摇，用布条将他的嘴堵上，之后便悠然地回了大床，准备跟扶摇继续耗下去。雅兰珠与扶摇从府里下人得知，今天是太渊最盛大的祈福节，上巳佳节，太渊国未婚男女都要出门放花灯游玩。于是扶摇和雅兰珠结伴出玩，同时也求了星君老爷一件事情。与此同时，长孙无忌也来到昆京，今天同样是宗岳父母的忌日。宗岳身怀血海深仇，无颜面见仙人，可长孙无极却不希望宗岳继续逃避下去，任由仙人尸骨无人祭奠。为此，他替宗岳准备好了一切，希望他能趁今夜好好祭奠仙人。同时，他在房中为宗岳备了一份大礼。世人都认为轩辕月已死，可大仇未报，他还不能死。随后，轩辕月在桌上看到了长孙无极准备的大礼，无痕的生辰。此时扶摇还在街上狂奔逃亡，这时长孙无极将面前的黄豆踢开，追兵瞬间滑倒，扶摇这才有喘气的时间。扶摇见到是长孙无极，很是高兴，接着便来了一个金蝉脱壳。长孙无极将扶摇带到一安全地方，自己一个人去引开追兵。追兵被引走后，扶摇意外在墙上发现小七留下的记号，他心中欣喜，顺着记号往前寻找，殊不知自己完全进入了裴院的另一个圈套。最终扶摇被推上了奴斗场进行生死角斗，让一个弱女子空手面对3个带刀的奴隶。谁要是能把他杀了，也可以活着离开。而刚才引扶摇入圈套的黑衣人和裴院正在2楼冷眼旁观观看着台下的举动，这些都是他安排的。而扶摇心地善良，想放过3人，没想到自己反而被划了一刀，气得他直接上去一脚将他踢倒。虽然他没有杀他们，但裴院却出手将他们射杀了。直到这时，扶摇才知道自己一路所看到的记号都是裴院设下的局，为的就是引自己前来。面对扶摇在拥挤的人群中逐渐处于上风，他将目标紧锁定向裴院，想杀到裴院的身旁，问出小七的下落。此时，长孙无极也在奴隶场，他来找一位叫邱先生的人。当年，邱先生卖主求荣，断送了轩辕家满门性命，却良心未泯地救出了轩辕月，因此他对轩辕月印象深刻。从长孙无极口中得知轩辕月平安长大，邱先生心中有所慰藉。这么多年来，他终于等到了一个能弥补他过错的机会。他想帮助长孙无极，长孙无极便让手下先将邱先生带走，自己则走向奴斗场。奴斗场上，裴院见势不妙，他将金子扔在扶摇的面前，引得奴隶们一拥而上。明明可以用剑或者刀解决了扶摇，偏偏要用决斗，最后还把自己吓得不轻，仓皇逃窜了。被奴隶阻挡的扶摇刚好被长孙无极看见，他想要先带他离开，可是扶摇执意要救小七。小七被裴院抓了，我要去救他。另一边，雅兰珠回去后，却发现府上布满了杀手。原来齐震跟战南城早就勾搭在一起，先前战南城给齐震的书函中藏有密信，信中战南城想跟齐震合作，他可助齐震夺取轩辕天下，但齐震需借设昆仑一事帮他除掉战北野。为除掉战北野，齐震已经想好策略，他想烧了战北野的院宅，将此事嫁祸到上巳节的花灯上。而战北野也猜测到了战南城想借齐震之手杀了他，早就做了安排。兰珠不明情况，还以为战北野在房间里面，于是掏出了祖传的弹弓，啪啪地打在了府里的杀手身上，而且弹弓里竟然还藏有毒血，生生咬死了几个人。这个时候雅兰珠自信过头了，冲进去和杀手对拼，没到1分钟就躺在地上等死。就在杀手想对雅兰珠下手时，战北野的身影从天而降，雅兰珠秒变迷妹就地复活，上去就拉着战北野不放手。战北野也是3下5除2就杀退了敌人，并且狠狠地将他们摔在地上。随后跟着雅兰珠四处寻扶摇，却找不到扶摇踪影，却意外听到了扶摇被通缉的消息。此时贩奴场上所有的奴隶都一拥而出，想要虽然这些奴隶之前为了求生有心杀他，但是他并不计较他们无奈的抉择。不过裴院可没有这么好心，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可以伤害扶摇的机会。趁扶摇不注意，他便拿起剑冲着门缝对扶摇射杀。带着剑伤的他想以自己的性命换得所有奴隶的安全，可裴院却两者皆不愿放过，说他们不过只是一些下贱的性命，以一敌十，披荆斩棘，准备一剑刺向裴院，却被突然出现的长孙无极挡下，剑就这样直直刺中他的胸口。随着士兵用刀架着扶摇，战北野他们也来了，不过他来晚了，英雄救美的时机他错过了。而长孙无极之所以那么做，其实是为了救扶摇。裴院早就在袖口中藏着暗器，就等扶摇上钩，而这一幕刚好被长孙无极看见。
而裴院见到情况有变，连忙把手里的暗器藏了起来，毕竟自己是国公府的郡主。说：“我只是想救我弟弟。”只不过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奴隶。看着朝夕相处的人说出这样一番话，扶摇彻底对他失望极了。裴院却再也不想看他俩在这里争吵，直接让人把扶摇给打晕。看到这样的场景，长孙无极急了，不过立马就换成另外一副面孔。丫头以下犯上，该当死罪。而裴院则表示自己跟扶摇有些私人恩怨，执意要将扶摇带回去了结。长孙无极便顺着这个话题下去，也说自己跟他一样，以私人恩怨为由，利用世子的身份抢先一步要带走扶摇。虽然裴院不愿意让他带走，但长孙无极还是从他手里成功将重伤的扶摇带走。看到这一幕，战北也知道扶摇应该没事，他就带着雅兰珠先走了。裴院见扶摇被人带走，很是气愤，他直接把气撒在一旁的士兵身上，用刚才的暗器一刀割了他的喉咙。长孙无极发现战北野他们跟在身后，他知道战北野的身份，便把扶摇交给了他们。交给你了。公背黑锅了，自然要震怒。果然回府后，就恶狠狠地打了裴院一巴掌，还对他狠狠训斥了一通。因为裴院这一愚蠢的举动，让齐镇的大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另一边，扶摇在客栈中醒来，雅兰珠贴身照顾扶摇，他夸赞着扶摇的英勇行为。战北野也对扶摇刮目相看，认为扶摇是自己见过的最英姿飒爽的女人。扶摇诱惑了一位仰慕者，只不过战北野对扶摇的情愫是否会破坏扶摇与雅兰珠的姐妹情呢？战北野得知舍昆凌和小七都在国公府后，便把这事告诉了扶摇。扶摇急着想去国公府救小七，被战北野拦住了。国公齐镇是个非常喜欢四柱命局的人，以前遭贬长宁王府的小女宇文子的命格极佳，于是长宁王府花巨资打通了齐镇这层远亲关系，近日将送宇文子到国公府。战北也想将扶摇顶替宇文子进入国公府，从而接近国公齐镇。扶摇担心真正的宇文子到时会出来捣乱，而战北也早已经打探清楚，被父母强行送往齐府的真正的宇文子半路早已与下人私奔了。扶摇恰好趁此时机，刚好雅兰珠有家传易容秘术，但雅兰珠虽精通换脸技术，可换脸也有一缺陷，这法术只能维持5天，5天后必须再次施法。为了安全起见，雅兰珠毅然决定与扶摇同行。齐镇富可敌国，国公府也十分阔绰大气，到处弥漫着一股奢侈气息。而扶摇一进国公府就碰到了死对头裴院，来裴院还不知道，直接走了。但这身边的丫鬟却看出了破绽，所以裴院就让扶摇把脸转过来。本来是杨幂，一转脸变成了网红，真是吓到了观众。导演要这样安排，咱只能随着导演的心来走呀。他说变了，咱就把他想象成变了。就这样打消了裴院的怀疑，还不忘嘲讽他一番。随后，扶摇在管家的带领下来到北院厢房，也见到了管家安排给自己的婢女施来。按国公府规矩，外人不得留在府内，雅兰珠必须离开。于是两人在管家面前坐席。进入国公府后，扶摇趁着夜深人静，四处寻找小七。他想起战北也提及过，舍昆凌必是藏在不易察觉的地方，所以他必须要找到国公府的隐蔽之处。突然间，有人向扶摇弹出小石子，扶摇慌忙向后一退，也因此躲过了巡逻的士兵。为此，扶摇还暗中庆幸，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长孙无极在帮他。而长孙无极见扶摇无恙，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另一边，齐镇老谋深算，他称自己纵火设计战北野一事已经是信守承诺，对天煞王仁至义尽。接下来，他想要好生接待照顾着战北野，利用战北野牵制天煞王。话落，齐镇就吩咐云痕去将轩辕辉绑来，他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轩辕辉登上王位。而扶摇这边则一心一意寻找小七的项目。忽然间，胸中的五色石大放光彩，他想起周叔临死的嘱托，这五色石是怎处封印的？在五色石的引导下，扶摇来到了一座院落的门前。正当扶摇想要上前探寻时，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将他拦下：“姑娘，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扶摇灵机一动，谎称自己迷路了。仆人称后院是国公府禁地，凡踏进后院者皆无法再出来。看他是新来的不知情，叫他赶紧离开。而另一边，齐镇得知轩辕刃的身体日渐好转后，他急了。在齐镇的带领下，宗岳见到了自己的仇人，他深知齐镇的想法，而自己也跟他不谋而合。轩辕刃借着外边的电闪之光，也认出了宗岳。当年轩辕刃写图了文艺世子满门，毒漏了死里逃生的宗岳。宗岳今日是为报仇而来，紧接着宗岳便施展针法，以几枚银针下去，轩辕刃便晕倒在床上。随后，宗岳回国公府向齐镇复命，还没开口，下人却传来轩辕刃身体有所好转消息。正当齐镇不解宗岳的所为时，宫中却突然敲响丧钟，轩辕刃薨逝。齐镇明白了宗岳的苦心，如此一来便不会有人怀疑到二人头上。宗岳见事情已经完结，淡然的离开，而齐镇则准备开启筹备已久的计划，完全不知道自己府上还有2个危险人物。
扶摇和战北野已经找到藏射昆仑地方，只不过两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打不开后院门。正在二人发愁时，五色石突然大放光芒，扶摇立马想到了办法，他上前以五色石打开了后院的大门。进入其中，只见大门后边是一片漆黑的山洞，洞中笼罩着一阵怪异的声音。战北也认得这是射昆仑所发出的声音。五色石也突然飞出扶摇体内，在前方为两人引路，跟着五色石顺利找到射昆仑。可小七却没有被关在这里。扶摇想去拿射昆仑，长孙无极希望他们立刻离开，无所不能，上天入地，来去自如，可谓神一般的存在啊。另一边，齐震对于扶摇三人的行动一无所知，正在动用轩辕辉的轩辕血脉拿着射昆仑，成功得到了御水术。他换上了帝王专属的精灵绸地袍，接受着云痕对他的赞美奉承。可谁知这些都是无极的阴谋，而他却乐在其中。就在他马上就要登台表演好戏之时，自己还曾幻想过一个片段，眼看着水势突然变大，自己英勇现身，及时控制住了水势。而众人在看见自己的御水之术后惊讶不已，于是拥他为王。就在他还在做好梦的时候，突然醒来，然后迅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表情，就朝御灵台上走去。如他料想的一样，众人对谁来御水忧愁不已，因为世子已经失踪，要想控制水势就必须先找到世子，要不然太渊国凶多吉少。这时齐震就将矛头指向了张鹤年。在众人的呼声下，齐震还假装很为难，还称他如果御水的话，完全不是基于皇位，而是为了太渊国的平民百姓。此话一出，令众臣感动不已，在心中更是加深了对齐震的信任。说罢，齐震就上台施展法术了。可谁知施了好几次法术，水势还是一点都没控制住，这让他不禁有些心慌。不过幸好，在自己最后一次施展法术的时候，水势竟然被控制住。昆京城重见晴天，齐震误以为是自己御水成功，脸上欣喜，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就在他转身准备接受众人膜拜的时候，就看到假扮的轩辕明站在那。齐震万万没想到自己预谋已久的王位，却给他人做了嫁衣。齐震便带着一脸的疑惑过来询问这个已经消失的长孙无极假扮的轩辕明。什么情况？孙无极看齐震这么的直接，还是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理解齐震的意思，反正就是一直装傻到底。国公也是一个非常能装的人，说长孙无极在玄元山失踪后，他是茶不思饭不想就想要他归来，这样的话齐震也是好意思说出来的。齐震还表示，之前长孙无极在奴隶场出现的时候，他派人去找也没找到他。齐震老谋深算，也抵不过长孙无极的聪明。然而齐震却不想放过任何细节，说当初在玄元山王上失踪，是被贼人所掠。国公，我日日盼着你能来救我。长孙无极那些贼人虽然没有施虐他，可自己也没少吃苦头，齐震也无话可问了。而长孙无极为了麻痹齐震，在他面前故意装作害怕的样子，两人互相猜疑，一个老狐狸一个小狐狸，各自都想着让对方失去一切。而齐震却说，今日王上太渊御水成功，做不做这个王位已经不是他说了算了。都到了这个份上，齐震还想看看是否是真的，因为他知道王上身上有伤，用更衣之名碰了一下，但是看到了伤痕之后，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了。接下来长孙无极还要飙戏，你稍微告诉我，若是有人想害我，那我怎么办？齐震虽然心里很纠结，但还是向他保证，只要有他在，便不会有人伤害他。御灵台，长孙无极换上地袍，接受众臣朝拜，成为太渊王。齐震捧着玉玺一步步走上高台，心里不甘心的要死。前不久他还幻想着成为王，接受满朝文武的叩拜，现如今他还是向他人下跪的臣子，这份愤怒和不甘心如何能够咽得下这口气啊？齐震心中万般不甘，只能将自己关在书房中不吃不喝。为了一朝黄袍加身，齐震苦心经营多年，不惜众叛亲离，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可还是却落得个满盘皆输的地步。就连齐震自己也不明白，为何他会在御灵台上施展不出自己的御水术。有裴院为了引出扶摇，实现自己复仇的目的，已经从国公府中找到了被齐震当成祭品的小七。齐震痛失宝座，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不过这一切都被长孙无极猜到，他决定在齐震动手之前先行出击。按惯例，新王登基需大摆筵席，宴请权臣。然而长孙无极却故意不走寻常路，所以长孙无极当了太渊的皇帝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一改太渊习俗。这时石兰前来请扶摇出席狩猎场，新王登基乃是太渊大吉，府中所有的女眷都必须出席，包括裴院。听到裴院也会出席，扶摇立即起身，在围猎场，长孙无极坐龙辇而来。只见场上两排并站着诸多貌美如花、面带羞涩之意的妙龄女子。长孙无极深知这些莺莺燕燕是齐震所安排，他们的背后都藏着一场杀局，所以他并未有半分的掉以轻心。这时
战北野的身影也出现在场上。落座后，长孙无极作为东道主对战北野一阵关心。虽然先前无极和战北野两人不对付，可是两个人的默契却也是很好的。两个人一唱一和，指桑骂槐的坑起齐震来了。随后战北野又故意提起天煞之宝摄昆灵一事，齐震害怕战北野将自己和他们做交易的事情说了出来，立马出来打圆场。可听了齐震的解释，长孙无极并没有打算放过他，做出一副好奇的样子，说天煞的宝物摄昆灵为何出现在太渊境内，让战北野当着齐震的面挑明，立马出来帮腔，向战北野保证太渊定当会彻查此事，还战北野一个公道。这时狩猎吉时已到，几人便将关注点放在了狩猎仪式上。而此时裴院为了设计扶摇，将小七也带到围场，为引诱扶摇出现，他什么都敢做，居然命人将蒙面的小七压在长孙无极面前。扶摇戴着面纱，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小七的血。谁先猎得此人，本王重赏。齐震想让长孙无极一同上猎场，长孙无极以自己不擅长武艺婉拒，可齐震却称自古王族为猎，王者都是御驾上阵，长孙无极必须上猎场。长孙无极便只好随齐震一同骑马进猎场。在树林里，只见一人将一只小兔子故意放在长孙无极的视线中，引他前往树林深处。看着长孙无极的离去的背影，齐震嘴角泛起一抹冷笑，因为这些都是他事先安排的。猎物已经踩进陷阱了，剩下的就交给飞烟店主吧。面对心思如此歹毒的裴院，扶摇只好在猎场上寻找小七身影，没想到却进入裴院给他设计的圈套。扶摇只好与裴院交起手来，但扶摇不想与他纠缠。几个回合后，裴院便败下了。而扶摇看到倒在地上的熊人，就以为那是小七。孰料裴院阴险歹毒，猎物小七竟是婢女阿烈所假扮。阿烈用匕首挟制了扶摇，裴院也手持长剑想对扶摇下狠手。正在这关键时刻，忽然出现一枚石子击中裴院手中的长剑，还没等裴院反应过来，然后又一枚石子将他击倒。身边的丫鬟见状赶紧跑路，没想到还是没有逃过长孙无忌手中的石子。长孙想要搅和今天煞王国的是非，现摄昆灵已无任何用处，他必须留着战北野，才能跟战南城继续周旋。而且这个时候战北野要出什么事情的话，那就证实了摄昆灵是被自己盗的。话落，林中卷起一股黑色的阴森邪风，齐震脸上欣喜，店主来了。黑风向长孙无极袭击过来，长孙无极只好让扶摇先带着小七离开，他留下来断后。扶摇扶着小七虚弱的身体，在树林里遇到了战北野。战北野乃是摄昆灵之主，他以战家血脉施法，成功的取出了小七身上的摄昆灵。见小七无大碍，扶摇慌忙将小七托付给战北野照顾，自己则赶回去救长孙无极。此时长孙无极正在跟飞烟店主所幻化树叶镜搏斗，而长孙无极本就刚刚为小七注入功力，正处于虚弱之时，根本无力招架飞烟店主强大的巫术攻击。就在长孙无极倒地时，扶摇正好赶来，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一起对付那些树叶，可树叶精却不生不死，毫无章法，眼见这么打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两人心领神会，利用双剑摩擦出来的火花击败树叶精。孰料这些树叶又幻化成一个巨石怪，长孙无极赶紧拉着扶摇跑路，就此消失。接下来的这一幕又是我们的长孙无极哥哥撩妹事件。前方高能请注意，只见无极一把扶摇拥过来，手下将扶摇送走。齐震见长孙无极平安无恙，自然心中意外又震惊，还没回过神来，长孙无极就上前来问罪。姑姑，你是不是很不满我做成这个无畏，所以才开始在树林里面暗杀本王？齐震自然不会承认，他还解释说是林中出现的怪物并不是妖怪，也不是人为刺杀，而是天罚。太渊历代人君在新上任之时都需经过上天的设置的一道难关，这就是天罚。如通过难关者，此后必将国运昌盛。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此言一出，众人赶紧向长孙无极行大礼。连长孙无极听完齐震一番说辞后，脸色都大喜，并透露出他刚刚所抱着的女子是国公府上的女眷。与其让齐震送其他女眷入宫，还不如将计就计，让他送扶摇进来。果然，齐震回到府后，连忙查看了以前的信件。当初长宁府送这个姑娘来的时候，都说她的生辰八字是万里挑一的好啊。齐震知道轩辕明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今日未能将他除去，所以自己所图的大计也只能徐徐谋划。于是他心生一计，既然轩辕明认定是宇文子救了他，那么他要把他放在轩辕明身边，做自己的棋子，还认为这是天意。随后，齐震前去见宇文子，听到说齐震过来，扶摇在房间中手脚慌乱的戴面纱，生怕自己的面容会露出马脚。丫鬟石兰见此，只好出声提醒扶摇：小姐要是忘了脸上的胎记，那可就要闯大祸了。扶摇对石兰的话意外震惊，他想要知道石兰的主子是不是战北野。石兰称自己的主子比起猎王战北野更强上百倍。扶摇心中了然，已知晓石兰是长孙无极所派来的。
随后扶摇戴着面纱出来见齐振，向他解释自己脸上有丑陋胎记不便露真容。齐振心不在此，并不在意，然后试探扶摇：但是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跟贼人串通一气！扶摇一番谎话连篇，齐振居然就相信了。他上前扶起假冒的宇文子，收了她做义女。他想要将宇文子送往长孙无极的身边，成为自己的妻子。与此同时，为了能够让宇文子为自己所用，齐振以长宁府所有人的性命威胁，并暗中提醒他，小七与麝昆凌皆已找到，扶摇本是不必再留在国公府，可若他一走，长宁府跟所有照顾他的人都脱不了干系。但他也不愿乖乖进宫，他灵机一动，脑中已有脱身之计。另一边，小七被战北也带回客栈照顾，他与雅兰珠想暗中去国公府救扶摇，却被战北扶摇经过一夜的时间，已经弄到一坛子火油，算通过诈死逃出国公府。自以为聪明的扶摇知道烧院子，却不知道怎么逃出府里，结果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守卫们把扶摇当成了刺客，对扶摇一路追杀。就在扶摇不知如何是好时，宗岳黑衣蒙面出现了，他让扶摇跟着他跑。此时齐振与云痕也赶过来，面对一大批守卫，宗岳先跃上围墙，再把扶摇也拉了上去。同时齐振拉弓上弦，一箭发出，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宗岳。宗岳受伤，齐振下令全城搜捕，追兵在身后穷追不舍。齐振箭头又含有剧毒，宗岳要求扶摇立刻带他入宫。然而宗岳的血迹暴露了行踪，很快齐振带兵前往宫中，他下令落锁九门，全力以赴捉拿刺客。另一边的宗岳则带着扶摇进入密道，但宗岳因为中毒而站立不稳，他要扶摇帮他的衣服扯开，宗岳忍住疼痛，自行为自己上药。他告诉扶摇，若不是这药效神奇，自己已经死了。扶摇不禁感叹齐振贵为国公，竟然心思如此歹毒，会做这种小人之事。他还不知道昔日谨记自己有要事在身，他想逞强完成任务，却伤口疼痛的无法站起身。而此时长孙无极正在宫中等宗岳的到来。原来他今日本是受长孙无极之托前来送东西，可却因扶摇耽误了时间，而这个东西必须今晚送到，因为每年只有一个时辰才可追寻龙鳞甲的下落。情急之下，宗岳只能选择相信扶摇。他将身上的东西交给扶摇，嘱咐扶摇务必要安全送出去，而他则必须尽快赶回国公府，以免齐振起疑。扶摇为宗岳送东西，却并不知道原来东西是要送给长孙无极。正好亲眼看见长孙无极在脱衣服，长孙无极发现扶摇后，一把把手上的衣服扔过去，盖在了扶摇的头上。扶摇很不服气，又把衣服拿下来扔回去。侍卫来到无极寝宫前，声称要抓刺客。长孙无极情急之下把扶摇往前一推，把秀发散开的扶摇送到龙塔，自己则速速跑上去，然后以一袭薄被盖在了二人身上。待国公闯进来时，便看到无极上身半裸着，宫中四处无刺客身影。齐振不甘心地直盯着长孙无极的龙塔。长孙无极知晓齐振疑心甚重，出言让他来搜自己的被子，却没想到扶摇竟然说话：皇上。朕见此场景，纵然再有不甘，也只好作罢。齐振离开后，扶摇将宗岳所托之物交给了长孙无极，这东西正是开启御灵台的钥匙。随后两人一起前往御灵台，御灵台壮观无比。扶摇虽是第一次来到太渊王宫，却对御灵台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随着长孙无极将钥匙送上御灵台，打开封印，谁知道龙鳞甲出现的时候，这时扶摇突然踏上台阶，目光呆滞地往龙鳞甲的方向走去。就连长孙无极也唤不醒扶摇，而扶摇身上的五色石受到龙鳞甲的召唤，便绽放出光芒，控制住了他。长孙无极看见扶摇身上的五色石，一下子就明白了。长孙无极知道了扶摇就是他一直要寻找的五色石少女，便开始纠结。在长孙无极难以抉择的时候，扶摇晕倒了，随后就在长孙无极的寝宫中醒来。长孙无极隐瞒了龙鳞甲的事情，只称扶摇是在御灵台上睡着。扶摇想要下床离开，却站不稳。长孙无极慌忙将他抱到了龙榻上，并替扶摇输入维生素 B。长孙无极却提出要他入宫，扶摇却不想理他，直接起身准备离开。而长孙无极虽然与扶摇立场对立，也明知解开封印后扶摇的命运会发生大逆转，但为了把扶摇留在身边，长孙无极还是以帮扶摇解开封印为借口，让扶摇进宫。扶摇想起周书临死前对他说过的话，身上的封印只有在太渊王宫才能解开。他答应长孙无极的法子，扶摇只好找到雅兰珠，利用琼叶族的圣珠再次帮他换脸。他悄悄叫醒了雅兰珠，希望雅兰珠能够为自己长久换脸。调皮的雅兰珠自然是有法子，拿出易容术的法器，闭上眼睛运功，但却错漏百出，将扶摇变成了雅兰珠心目中的战北野。这让扶摇大吃一惊，配上扶摇声音的表情奇怪的战北野，别说还真的特别搞笑。之后雅兰珠再变换一次，这次却把扶摇变成了小七，而雅兰珠多次变化，一时是妇人容貌，
一时是大汉模样，最终才变化成功，变成了宇文子的模样。这哪是什么换脸术，这根本就是换演员来拍嘛！而扶摇回到国公府，假装自己在发生大火时昏倒，一脸害怕，借此博取国公同情，只为借宇文子的身份顺理成章的入宫。天扶摇从下人处得知高普若想要在宫中大典，寒衣节上布置一面能照出人婀娜多姿身影的水灵镜。他想起雅兰珠的叮嘱，深知自己不能见镜子这种反光东西。既然高普若想要搬出水灵镜，那他就只能暗中到闹鬼的翠凉殿中砸了水灵镜。于是就来到这里。好奇的扶摇刚要准备查看究竟时，一神似女鬼的白衣女子却突然从扶摇身后一闪而过，点了他的穴，将他打晕在原地。等扶摇醒来后，就发现自己被禁锢在一个铁笼中，双手还被铁链缠住。扶摇一脸好奇三连问，却无人回答，急得他想立刻挣脱牢笼。这时，白衣女子再次出现，这名女子便是太渊国前朝公主天泉国的德王妃轩辕晓。她盯着扶摇，一言不发。被吓到的扶摇连忙说好话。然而轩辕晓却根本不把扶摇的话放在眼里，这些话轩辕晓听过太多次了。轩辕晓对扶摇今天的举动更是气愤不已，他努力经营这里的宁静，却被扶摇打扰了。而一向惹是生非的扶摇看到轩辕晓的模样，顿时毛骨悚然。他连忙解释：“我不是故意到这儿来打扰您的，都怪那只狐狸。你说什么？”可没想到扶摇的话彻底激怒了轩辕晓。刚才还很平静的轩辕萧立刻跟发了疯似的，一把抓住扶摇的铁笼子，冲扶摇吼道：“指尖无二的白狐，竟然被你说的那么不堪！”扶摇吓得连连后退数步，目瞪口呆。这只白狐是独一无二的，是轩辕晓最喜欢的白狐。而扶摇看到轩辕晓那张张牙舞爪的模样，简直就是个神经病，害怕极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轩辕萧已经夺走扶摇身上的摄昆铃。得知摄昆铃是扶摇重要的东西后，轩辕萧却偏不给他，还说要将扶摇永生永世关在这里，然后便直接离开，留下一脸懵逼的扶摇。很快扶摇失踪的消息传到寝宫中，长孙无极听后大惊，赶忙召来宠物鼠元宝，要他立刻去寻找扶摇的消息。翠凉殿里，元宝慢慢靠着气味找到了扶摇，却引起了白狐的注意。元宝一边跑一边撞着椅子，弄出很大的动静。这时候轩辕晓出现了，他操控白狐去对付扶摇和元宝，意外引得白狐劈开铁笼。扶摇护在元宝跟前，让元宝去找长孙无极来救他，自己却遭到了白狐的攻击。元宝顺着密道回到长孙无极身旁，却吓着了前来伺候长孙无极的唐芷蓉。蓉儿别慌，元宝是我的爱宠。当他再次回过头时，唐芷蓉已经躺在床上，性感妩媚地看着他。他拉着长孙无极躺了下来，长孙无极慢慢凑过去，而认为自己好事将近的唐芷蓉却被他敲晕了过去。然后长孙无极匆忙跟元宝赶去救人。晕倒之时，长孙无极赶到。元宝，我来晚，你没事吧？看着昏迷的长公主，他惊慌失措，赶紧抱起她，替她把脉，还好只是虚惊一场。你们认识啊？扶摇这才知道轩辕晓的身份，可他不解为何轩辕晓会变成这个样子。长孙无极说，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轩辕晓之所以留在这里，乃是因为禁锢之术。就在这时，外面又传来的动静，他赶紧带着扶摇藏了起来。来人竟然是高普若，他带着一大群人是来翠凉殿拿水灵镜的。作为郡王府的小姐，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要什么有什么，性格自然野蛮，带点泼辣，完全是大小姐的脾气。也是因为她的性格，长孙无极让她做后宫贤夫人。而面对传说中闹鬼的翠凉殿，她更是不带害怕，直接冲在下人们的前面，然后顺利的找到了水灵镜。扶摇也在自己的寝宫里醒来。长孙无极见扶摇无碍，心中松了一口气。他因自己没能保护扶摇安全，向扶摇道歉。他想让扶摇留在自己的身边，当自己的王妃。扶摇却不肯，一心只想让长孙无极帮他解开封印。可长孙无极却怕封印一解除，他们二人将人海两茫茫，再无音讯。就在这时，扶摇身体却出现了异常。长孙无极方才得知摄昆铃被轩辕晓取走，摄昆铃跟着扶摇已有段时间，早已与他血脉相连，现在突然相离，便等于抽掉他的血脉精气。他赶紧替扶摇封住气血，为减轻扶摇的痛苦，他将自己的功法传给扶摇。与此同时，高普若让人假扮鬼仪式惊动了宫中侍卫，侍卫四处搜查在翠书宫装神弄鬼之人。简雪与扶摇同住醉眼居，为了让侍卫不去搜查扶摇的房间，德夫人简雪也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不过有件事我想提醒大人一声，您可知道这位您要找的舒夫人是什么来头？简雪就是厉害，短短一席话就让侍卫们知难而退。接着简雪便向长孙无极复命，天皇宫已经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结果竟然让自己心爱的女人伤成了这副样子。于是他又重新返回翠凉殿。轩辕晓一直躲在这个荒弃的院子里，并且是常年没有人收拾的。
所以在外人看来这就像是一个鬼屋。没有想到在密不通风的皇宫中能一待好多年，还不为了救扶摇，长孙无极毫不犹豫地答应。难得你是这么重情重义的人。3掌过后，轩辕晓诧异于长孙无极竟然毫发无伤，也履行约定，将麝昆灵还给了长孙无极。轩辕晓也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他爱上了一个比较花心的人天拳王。就是在疯癫状态下，他还向长孙无极打探他的状况。在回去寝宫的密道里，无极支撑不住，捂着胸口吐血不止，元宝急得团团转。带着一身的内伤回来的长孙无极，连身边最亲近的江枫都十分意外。他为扶摇费尽心思，可江枫生怕扶摇会误了他。这时长孙无极也想起下山时的誓命，要和扶摇对立的岂是他父亲一人。找到五色石少女，否则五州会因他而再度万劫不复。长孙无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齐振的耳中，齐振愤怒不已。长孙无极宠爱的唐芷蓉是唐伯年之女，唐伯年虽对齐振忠心耿耿，可在利益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情分而言。齐振下定决心不让唐芷蓉顺利封后，而在醉眼居中，扶摇一副心事重重样子，简雪全部看在眼里。好在真离开了。其实此刻的长孙无极只想扶摇能平安的出宫，远离这纷纷扰扰的到处充满危险的尔虞我诈的皇宫。随后简雪交给扶摇一套衣服跟令牌，称宫中守卫都是自己人，他可换上衣服顺利离宫。至于宇文子这个身份，长孙无极会处理好。另一边，长孙无极在祭祖时闷闷不乐，脑海中只浮现着他与扶摇的一切过往。而此时扶摇已经换上衣物，一步步的离开王宫。爱渊王宫举办寒衣节大爬梯，宫中的人都知道这次大爬梯是关王上纳后，所以都做了精心的准备。裴苑与燕京晨亦不例外。不过二人的感情早已生嫌隙，却还在百官面前扮演着一对恩爱夫妻。晚宴上，长孙无极盯着扶摇的位置发呆，高普若就趁机发难：舒夫人怎么还没到啊？宴会开场，宫女们献上美妙舞蹈，而裴苑也带着燕京晨向齐振敬酒。大臣怪不得瞧着气度不凡。花园里，江枫把长孙无极的苦衷都告诉了扶摇。原来就在扶摇伤心欲绝走在王宫通往宫外的路上时，江枫忽然叫住了他，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长孙无极为了他受长公主3掌的事都和盘托出。原本扶摇生气长孙无极故意瞒着他，可当他得知他为他受了3掌后，又决定回去。换好妃嫔衣服的扶摇却在花园里被燕京晨拦了下来。燕京晨与扶摇从小一起长大，纵然扶摇易了容，可燕京晨还是一眼便认出了扶摇。扶摇只好透露出自己的身份，同时希望燕京晨能够放下过去。不管如何，燕京晨都已经娶了裴苑，他应当好好对待裴苑。过往之事犹如云烟，扶摇能够理解燕京晨为了理想选择放弃感情的做法，可他也明白他想要的是一心一意的爱情，这是燕京晨无法给予他的忠诚跟专一。燕京晨不肯放手，他深深爱着扶摇，希望扶摇能够等到他出人头地之日，他一定会给扶摇世间最好的一切。不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宴会场上，贤夫人高普若大费周章，从轩辕晓的翠书宫里找到了水灵镜，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大爬梯上绽放光彩，得到王上恩宠。大爬梯上，高普若一身红衣，耍着剑舞，在水灵镜的映衬下，显得舞姿绰约，美丽动人。就在大家都在专心欣赏舞姿的时候，高普若却突然失手，手中的剑直接刺向了无极。长孙无极自然没事，高普若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必然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刺无极。事实上，幕后黑手是贵妇人唐芷蓉，她看不得别人在无极面前出风头，而且高普若对唐芷蓉来说，她就是最强的敌人，所以要想成为王后就要扳倒她。于是他找到齐振出谋划策，就去投靠国公，表示只要他能做到王后的位置后，就是整个家族都听令于国公的。送上门的猎物国公怎么会不要呢？于是就告诉唐芷蓉寒衣节是个下手的好机会。从新来，唐芷蓉为让高普若出丑，他命自己的贴身婢女环儿提前在他的酒壶里下了药，再以寒衣圣节为由敬长孙无极一杯酒。长孙无极见此，便顺势而下与群臣一同饮一杯酒。高普若也喝下了药的酒。而宴会上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宴席瞬间乱成一团，台下的张鹤年则是问罪高松，高松认为此事有诈，高普若就忽然呕吐起来。经过曹公公的验证，高普若的酒里发现了古怪，忽然跑出来指着唐芷蓉：“那个药就是他，肯定是你！”而唐芷蓉反而甩锅，直接诬陷扶摇，他的丫鬟也随声附和，说亲眼看见扶摇在酒里下了什么东西。就在刚才，唐芷蓉的丫鬟借口丢了耳环，拦住替高普若送酒的宫女阿秀，以金叶子贿赂阿秀帮自己寻找，再趁机在高普若的蓝色酒壶中下药。欢儿得手后，阿秀端着酒壶想要进殿，却无意撞到了前来的扶摇，招实在太阴险。而原本扶摇跪在一旁看好戏，
可突然就惹祸上身。你的意思是我下药了？长孙无极听了这一切，当然知道扶摇是无辜的，但是他并没有为扶摇辩解，而是走下来警告唐芷蓉的丫鬟。没想到他还是口口声声的说是扶摇，唐芷蓉更是在一旁哭哭啼啼，两人就这样一唱一和，吓得张鹤年也跟着起哄起来。长孙无极很是头疼，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个东西。长孙无极本来想把这事就这样糊弄过去，谁成想居然有大臣恰好身上就带有子午虫。江峰从陈大人手里接过来，把子午虫被置放于水灵镜中间，水灵镜映照出了子午虫过往1个时辰内之事。高普若为证明自己清白，他率先上前走到镜中间，镜子里浮现了高普若之前嘴上沾满口红的样子。虽然他被大家嘲笑，但这也洗脱了他自己下药的嫌疑。随后简雪要求唐芷蓉的贴身婢女花儿上前验尸，唐芷蓉心虚的想让扶摇先行上前。扶摇想起雅兰珠对自己的叮嘱，不由得一脸为难之色。扶摇想向长孙无极求助，可长孙无极视而不见，扶摇只好忐忑走向水灵镜。正在关键时刻，长孙无极暗中放出袖中的宠物鼠元宝，元宝四处乱窜。长孙无极一脸焦急的要求众人帮他抓住元宝，元宝是长孙无极心爱之物，众臣怠慢不得。可慌乱拥挤之间，几面水灵镜都已被打碎。唐芷蓉脸上欣喜，而高普若则气急败坏地看着被打碎了的水灵镜。扶摇幸运地叹了一口气，可是就听到长孙无极下令把他打入冷宫的消息。面对众人的诬陷，长孙无极必须要做样子，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扶摇。然而百密一疏的是，假扮宇文子的扶摇在被士兵押走时，经过水灵镜前的他不仅被裴院认出，甚至连义父齐振也看到了他的2张脸。好在燕京城及时阻止了裴院，才让扶摇身份得以不被揭露。宴会散去后，裴院趁给燕京城擦汗，实则是给使用迷药。等燕京城反应过来后，自己已经迷迷糊糊。你对我今日得见扶摇，他定然不会轻易放过扶摇。果然江峰刚叮嘱，因为长孙无极将离宫3日，只要扶摇带着荷包待在翠凉殿，翠凉殿便是宫中最安全的地方。可扶摇刚走进去，就遭到了一名黑衣人的袭击。裴院拿出燕京城的父亲在他们婚礼上送给燕京城的药，可还熟悉？这可是掌门亲手交给你，让你有机会毒杀我的烈药。他本以为燕京城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心中有他，可到今天他才知道燕京城的心都放在扶摇身上。只要扶摇1日不死，燕京城便1日做不到对他一心一意。又是一个傻女人，不知道强扭的瓜根本不甜吗？而此时傻白甜扶摇也被裴院绑来，他手持着猎魂散走向了另一边的扶摇。此时燕京城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扶摇才缓缓地清醒过来。懂了，那他就更该死。可他却被裴院下了噬魂散，全身软绵绵，根本动弹不得。不出意外的话，又是靠男人保住他。燕京城恳求裴院能够放过扶摇，可裴院却对扶摇恨意浓烈，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解。那世界不如给我个痛快。痛快！他扯下脸上的纱巾，指着脸上的刀印，他要扶摇也尝试一下被人毁容的滋味，甚至还要比这个更惨。时至今日，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脸是谁弄的吗？同意他的要求，裴院听了燕京城的话，也很高兴，直接解开了燕京城身上的绳索。燕京城走到扶摇身边的时候，不停地说对不起。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燕京城要杀扶摇的时候，他突然解开扶摇的绳子，让扶摇快跑。裴院见燕京城宁死不伤扶摇，也十分伤心。就算他爱了一辈子的男人死了，他也不会爱自己。裴院的一生也很痛苦。燕京城还在劝裴院，让他放下这一切，好不好？放下这段恩怨吧。可是裴院已经被逼上了绝路，只有杀了扶摇，他才能解脱。裴院对燕京城爱有多深，就有多恨扶摇。他根本放不下这段恨意，于是他拿刀向扶摇砍去，不料自己被刺了一刀，而刺他的人正是他身边的丫鬟阿烈。裴院缓缓回头，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身边的丫鬟，是我毁的，为什么？裴院，你还问为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你对他做过的事吗？他从小跟裴院一起长大，可裴院却从没有将他当作人看，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但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不过这丫鬟却被裴院给弄疯了，他不仅要杀裴院，还要杀了这里的所有人。于是他拿起刀朝扶摇砍去。关键时刻，燕京城挡在了扶摇面前，不过却是裴院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杀了他的丫鬟阿烈。即使燕京城不爱他，裴院也不想看到燕京城受伤。燕京城也在猎魂散的作用下逐渐失去意识，而现在他能死在扶摇身边，燕京城也很满足。本来这一幕扶摇是被绑着的，没想到其他3人都领了饭盒，只有扶摇在一旁没事，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女主光环吧。国公府，齐振怀疑起了扶摇的身份，
可昔日他怕宇文子在朝中得势，宇文家会节外生枝，他便下令杀光了宇文府一家，如今死无对证。另一边，云痕在庭院中教齐韵功夫，齐韵却突然哭出声，他埋怨云痕上次将他带回府的事情，他根本不愿意留在国公府，反倒深深羡慕着普通人家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番话被前来的齐振听到，齐振虽然呵斥了齐韵，并与他发生冲突，可大反派国公也有温柔的一面，面对女儿，他舍不得。这时齐韵却突然晕倒，可把齐振心疼坏了。去叫杜先生。是。唐芷蓉一边弹琴唱曲，一边落泪不止。就刚才他也因为这件事被皇上挟持，而长孙无极之所以这么久，就想让他给自己掩人耳目，传出自己受宠的声音，以混淆房外内事。讨厌，皇上。自己则离开太渊去救自己心爱的女人。在太渊冷宫，扶摇从轩辕晓床上醒来，诡异的是轩辕晓竟然一改往日的反常，不但对扶摇嘘寒问暖，还在扶摇昏迷过程中帮助扶摇处理好了燕京城、裴苑和阿烈的尸体。我的莲儿。扶摇见他这么激动，就想解释，但是无论扶摇怎样跟轩辕晓解释，轩辕晓都不信。可能是他神志不清，也有可能是他对于女儿的想念之情冲昏了头脑。见扶摇贴身衣服破旧，轩辕晓又将自己这些年为莲儿所做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扶摇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成了轩辕晓的女儿莲儿。虽然扶摇错不及防，但是当扶摇看到了轩辕晓对于莲儿满满的母爱，这让扶摇心中有所感动。扶摇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被母亲疼爱的感觉，于是他将错就错，就这样子当了个假女儿。这时男扮女装的小七来到扶摇面前，扶摇见到小七十分诧异，他趁轩辕晓不在时将小七拉到暗处，这才得知小七本想进宫救他，下面的人却告诉他要净身，他便逃跑了，却阴差阳错被轩辕晓所救。而轩辕晓不喜欢男人在他身边，于是他只好假扮成婢女。这时齐振的人出现，国公有请。扶摇深知此去危险重重，他以换衣服为由返回房间，拿起自己的小刀，然后让小七去找长孙无极，自己则去国公府。果然齐振一见到扶摇就质问他，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跟轩辕民暗中勾结。扶摇装成一脸这条命都是国公您给的，有任何吩咐，只要国公您一句话。老狐狸也不那么容易上套，他居然让扶摇去刺杀轩辕明。扶摇此时还不知道，齐振早已经把宇文子的家人处理掉。就在扶摇左右为难之时，就看到了等候在院中的长孙无极，两人一见面就抱在一起。从悲欢中清醒的扶摇这才想到正在屋内监视他的齐振，他连忙松开了长孙无极，并再次以宇文子的身份与长孙无极周旋。是个长宁府的庶女，多得国公关照，才可以在这伺候着。长孙无极见扶摇这么说，不仅毫无反应，还认真地向扶摇表示歉意。此时在室内的国公齐振命令手下，如果扶摇再不动手的话，就把他杀了。齐振话音刚落，扶摇就开始掏出匕首刺向无极，被刺的长孙无极也有些惊慌失措，而扶摇则假装惊恐地倒在地上。齐振没想到扶摇会真的杀掉王上，他连忙出来安慰扶摇，揭开了长孙无极的真面容。原来这一切只不过是齐振试探扶摇的一个把戏，为的就是考验扶摇的忠心。而齐振经过这次事情之后，彻底的相信了扶摇，但有他自己知道，这恩宠背后隐藏着的真正原因都是长孙无极故意的。他为齐振做事，长孙无极也清楚，但他希望唐芷蓉能为自己想想。随后他拿出了他父亲亲笔写的信交给唐芷蓉查看，信中唐伯年提到要想将唐芷蓉的妹妹送进宫中，全然不顾唐芷蓉的处境。长孙无极告诉他，虽然他事事为家族利益为重，但他终究是个庶出的女子，如今自己得了荣宠，唐家的正主自然是坐不住。如果唐家嫡女进宫，无论背景还是地位，就都没他什么事了。纵然自己孝心可表，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自己父亲，可他这样帮着齐振，无外乎只有两种结果：一，事情败露，你活不了；二，齐振攻城，我活不了。长孙无极的这番话让唐芷蓉幡然醒悟，自然不愿意在冷宫里待一辈子，他打算替自己活一回。不得不说，长孙无极的这一波神操作真是厉害。他告诉唐芷蓉，从今以后他的一言一行都听自己的吩咐就好。同时长孙无极也承诺会给予唐芷蓉所有的荣华富贵，而长孙无极的阴谋也很快奏效。唐芷蓉深受圣宠一事传到高普若耳中，高普若在宫中寻死觅活，而西平郡王也怒气冲冲前来找齐振兴师问罪。面对齐振的解释，西平郡王自然不肯相信，他根本看不起唐伯年，认为他只不过是会耍大刀的江湖混子。不就是跟着你抄了文艺世子的家吗？这个唐伯年还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呢？当年的唐伯年跟着你，那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烂命一条。现在
他可是不一样了。同时，他明确地告诉齐振，高普若生来便是要当王后的命。如若这件事情因齐振出了差错，那西平郡王府跟国公府将再无情分可言。齐振这么做只是想试探唐伯年的忠心，挖了坑给唐伯年。长孙无极明白，齐振已经对唐伯年起疑，他现在要做的便趁这个机会，将这种怀疑越变越大。去找宗岳，他知道怎么做。天，宗岳以替齐运采药为由，成功让齐振派出云痕贴身保护他。与他一同离开国公府，云痕随宗岳行至野外后，宗岳才将真正的任务告知云痕。你真正要学的地方是南祠。南祠？那可是唐伯年的驻地，你到底怎么想的？齐振暗中给唐伯年送信，让他孤身进京，你知道吗？那又如何？我要结信。什么？他深知齐振多疑，现在唐芷蓉在宫中独受王上恩宠，他反倒猜忌，更是担心唐伯年有兵权在手，又有圣恩在外，如果再动了什么别的心思，所以让唐伯年进京就是个圈套。你们该不会已经把信调包了吧？而另一边，唐伯年接到齐振的消息就很是震惊。唐伯年果然，唐伯年见到云痕就询问他密函信一事，信中说让我率军回京，这昆京城有什么异动吗？云痕说他前来正是为了此事。国公说，咱们筹划多年的事情可以办了。唐伯年一听就面色凝重，他试探着反复确认。不过为防止意外，唐伯年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送信给女儿唐芷蓉，向她询问昆京城的情况。他还不知道，他的女儿早已归顺长孙无极。他将唐伯年的信交给了长孙无极查看。驻边大将私自带兵进昆京，乃是株连九族的谋逆大罪，所以他跪在地上请求长孙无极，接下来该如何回复这封信？唐芷蓉不愿意为此枉送信物，他向长孙无极求饶，希望长孙无极能保他一命。看着唐芷蓉哭得花容失色，长孙无极冷着脸说，唐伯年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里，只要他能帮他将其兵马全部收到麾下，他不仅不会治罪，还会重重嘉奖他们唐家。唐芷蓉是一个聪明人，他收回眼泪，抬起头，瞬间明白长孙无极的意思。随后长孙无极就下旨册封他为永嘉殿夫人，并加封昭元王后，将择日与长孙无极大婚，进行封后大礼。而他的父亲唐伯年一接到信就加快行程进京，不料他们在城郊处遇到了埋伏，而唐伯年不慎中箭，倒在地上。国公府云痕按照宗岳的要求，继续留在齐振身旁。他将唐伯年率5万定远军走山路进昆京的消息告诉齐振，他故意引导齐振误以为唐伯年是和王上合谋要造反，还说他们安插在唐伯年军中的眼线都了无音讯。齐振手中的兵马不够行谋逆之大事，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实齐振早已经准备了后事，长渊协调，静候国公。而王宫中，唐芷蓉为长孙无极抚琴，江峰带来唐伯年率领5万大军进昆京，却在道路上突然凭空消失的事情。此话一出，唐芷蓉心中惶恐不安，手中的琴弦也跟着被弹断。而长孙无极也并未打算瞒着唐芷蓉，只坦言称唐伯年在他的手上。江峰更是表示，自己派出去的都是极为可靠的高手，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保证齐振的人找不到。他之所以关押着唐伯年，是因为唐伯年有罪，但罪不至死。可若是让齐振找到唐伯年，唐伯年与唐芷蓉2人的命便都活不了。而唐伯年关进大牢后，宗岳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后他知道自己这后位是怎么来的，让宫女们都出去以后，唐芷蓉穿上衣服，看着那些凤冠霞帔，她又心情好了起来，想象着自己成为王后和王上并肩站在一起的样子，不禁笑了。可下一秒她又哭了起来，她知道自己是忤逆不孝，出卖了父亲，才能当上这个王后。可她也知道现在只有她才能给唐家带来荣耀。话还没说完，唐芷蓉背后就被刺了一刀，回头一看却没有人，又失足落入水池中，宫女都被唐芷蓉遣出去了。此刻也没人来救，而她的王后梦彻底破碎了。而另一边，扶摇发现在一个密室里醒来，他看着眼前只有王后才可穿戴的赤霞袍，方才想起昨夜他被人从宫中暗中掳走的事情。这时齐振身影出现，原来此番扶摇会出现在这里，乃是齐振派人劫来。他不但派人把唐芷蓉给杀了，还把赐给唐芷蓉封后的衣服也拿了过来。他是要强制性的让扶摇顶替唐芷蓉当这个王后，让她与轩辕明成婚。太原王后的礼冠不是应该在唐芷蓉那儿吗？按照扶摇假意的诚惶诚恐的答应听从安排，心里却心急如焚，担心轩辕明根本不知道齐振要动手的阴谋。敖公公送来朝中大臣的奏书，大臣们均要求长孙无极重新立齐振一女扶摇为后。长孙无极故意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模样，把曹公公训斥了一顿。敖公公离开后，长孙无极又换另一副面孔，
他之所以让扶摇离宫，便是不想要让扶摇卷入这些是非。可既然上天注定要扶摇当他的王后，他也只能顺天而为，顺着自己的心意走。齐振以为自己十面埋伏，殊不知长孙无极早就备好了一切，就等着齐振往套子里钻，等着瓮中捉鳖。而齐振更是没有想到，自己安排的丫鬟石兰也是长孙无极的人。来帮我沏杯茶。赶紧帮我去报信。扶摇得知齐振要谋逆后，便想方设法想去通知假的轩辕明，却没想到齐振根本不给自己机会，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呼唤起了元宝的名字，希望元宝能够听到。元宝乃灵性之物，自然听到了扶摇的呼唤。可此时齐振就在长孙无极身边，纵然发现元宝有动静，也并未让他去找扶摇。扶摇只能在原地干着急。大婚之日，长孙无极与扶摇二人皆在寝宫中换上大红盛装，二人王袍加身，而等待他们的则是一场腥风血雨。随后扶摇坐上王后轿辇而来，行礼仪的宫女须每走10步就停下来行叩拜之礼，感激上苍与神明。除此外，扶摇还需经过其他繁杂琐碎的流程。而此时齐振的大军又在城外，战争一触即发，扶摇自然是坐不住，脸上颇有几分不耐烦。就在这个时候，扶摇发现无极的小宠物元宝来到了自己的轿子里。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的元宝身上还背了一个小包袱，真的是可爱极了。包袱里有无极给扶摇的字条：大婚之日，大乱之时，速速行完婚仪，一旦我和你见着，你就随元宝离开，愉快也好。第一个跑到了永嘉殿前，可是却还要插一炷香，念一段经文。时间紧迫，扶摇只给了内侍一炷香的时间，不然就又要惩罚他。而扶摇还是感觉这香烧得太慢了，竟然用嘴对着吹，很快香就被提前烧完了。此刻念经文的也准时的念完了，而额头上却布满了汗珠，看来是被吓出来的。然后后面的送亲队伍也急急忙忙的跑了过来，个个都累得不行，尤其是后面抬轿子的更是累得惨不忍睹。孙无极立后之心迫不及待，他与扶摇一同步上台阶，众臣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有看到。由于扶摇不按组织走，绕过礼节提前了半个时辰，打乱了齐振起事的时间。为了拖延时间，齐振吩咐云痕去将他们准备好的人带过来，他自己则站出来阻止长孙无极大婚，当场说出了台上的人并非有轩辕血脉，还说这个轩辕明是冒牌的。为了证明他说的属实，齐振命云痕将真正的轩辕明给带了上来，而真正的轩辕明也霸气回归。扶摇看到上殿的轩辕明，一眼就认出那是当初被追杀的轩辕明。你拿什么来证明他有轩辕的血脉呢？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对的，齐振让真轩辕明施展御水之术来证明身份。就在他当着满朝文武骚气十足地展示了御水术，而长孙无极也牵着扶摇的手走到齐振面前，也表演御水之术。全场都相信了长孙无极的话。齐振见众口难驳，也只好倒打一耙。大胆奸贼，竟然敢冒充轩辕王仆！可怜的轩辕明就这样被国公当作假的给拖了出去。不过国公齐振也要领盒饭了。话说我们萌萌的国公大人，真是想给他众筹买个王位。扶摇哪会什么御水术，这一切都是云痕在做小动作，是长孙无极与他唱着双簧曲信了众人。可怜了我的国公，他又被无极套路了。除了国公可怜，这个轩辕明也是蛮悲催的，一出场就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好不容易又露了个脸，原本设计好的霸气回归，可惜帅不过3秒就被无极这个冒牌货给套路了。他也是挺无辜的呢，又没做什么坏事，就是想得到自己的身份，还搞出这么多事。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受到了1万点的伤害，也不知道这次被拖出去后他的下场是什么样的。大婚吉时已到，长孙无极与扶摇继续行大婚仪式。突然间，天煞骑兵抵达宫门口，魏树军也在宫中早有准备。什么？魏树营反了？齐振，你要谋朝篡位！两方兵刃相见，血染王宫。一时间，王宫内横尸遍地，血流成河。长孙无极故意装作惊慌模样，他与扶摇皆被齐振的重兵团团围住。这时齐振要求扶摇交出帅印，扶摇也假意按照齐振之意，不仅将帅印交给了齐振，更是把匕首抵在了长孙无极的颈间。就在齐振逼宫的时候，长孙无极给了扶摇一个眼神，两人一同合作，直接用匕首划伤了齐振。就在齐振想不通什么原因的时候，扶摇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我根本不是你的子儿。又是心疼国公1秒，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身边的人居然都是假的。他拿出手中的帅印，要求士兵拿下2人，帅印可调动兵马。长孙无极又岂会毫无防范之举？扶摇在齐振的震惊之下，亮出了真正的帅印，命所有的兵马捉拿齐振。可能连齐振都没有想到，义子云痕居然也假传旨，把齐振的后援大军关在城门外面。
更是下令放箭射杀城门下的个爆发。不得不说，齐震是真的抗打，直接把扶摇打吐血。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伤，长孙无极愤怒了，一刀割伤国公，还给了国公一拳，让齐震彻底重伤。但长孙无极也好不到哪里去。而齐震身负重伤，还是不死心，趁机又挟持扶摇，威胁长孙无极，让无极自废武功。扶摇在齐震手中，无极为了扶摇着想，只好先妥协答应齐震，拿起剑就朝自己刺去。紧急关头，扶摇趁机反手偷袭了齐震，扭转了死局。这次是两人联手又一次将齐震飞到天空。本以为国公就这样领盒饭了，没想到他居然骑马逃出了王宫，并且打算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这时候宗岳就带着士兵们出现了。这是急着去哪里？这里还有士气，没有两节的。齐震还以为宗岳是长孙无极的人，宗岳却冷笑着说他是文一世子的人。更让齐震没有想到的是，云痕也是文一世子的后代。国公是一脸懵逼脸，终于还是在贾义母、贾义子、贾世子、贾神医给揭了老底，彻底断了他当王的执念。云痕从小就被齐震养大，虽然明白两家的仇恨，刀也架上了齐震的脖子。齐震还想垂死挣扎，于是他打起了感情牌，善待我的韵儿。他哭着求宗岳留齐震一条命。宗岳听后也没忍住哭了起来。可云痕根本不想要太渊王位，只想求宗岳留齐震一条命。到云痕已经下定决心，他不愿再逼迫唯一的亲弟弟。太渊王位本就是宗岳留给云痕的，他从没想过要王位，自己只想孑然一身离开，去报长孙无极的恩情。云痕追问起齐韵的下落，宗岳不答，只称儿女情长终会害人。他希望云痕能衡量好一切。而王宫中，长孙无极与扶摇醒来，紧紧地将彼此抱在了一起。正所谓患难见真情，两人索性没事。然后两人越靠越近，又准备亲嘴的时候，又被一个人破坏了他们的好事。乖女儿，我的乖女儿，我的乖女儿，你没事吧？你看，都受伤了，来擦一擦。轩辕萧想把扶摇带走，扶摇却不愿意，但他又不忍心告诉他真相。见扶摇为难，长孙无极直接说了出来：“她不是你女儿。”轩辕小哭着去摸扶摇的脸，他知道扶摇不是他的莲儿，所以他要离开去找莲儿的下落。而长孙无极的做法让扶摇顿时伤心不已。你终于还是没有放过他，你对所有人都是利用。扶摇就这样晕倒在长孙无极面前。在御灵台，长孙无极将扶摇放在上面，同时还有齐韵也被带上了。他要让宗岳借助齐韵体内的龙鳞甲，解开扶摇体内的封印。而扶摇身上的封印一旦解开，他的命运将会改变。可如果不解，他便会活不下来。随着宗岳施法，齐韵体内的龙鳞甲的幻影便与扶摇身上的五色石连接在一起。扶摇脖子上的刀伤、脸上的纹身都全部消失，这也代表解开了扶摇的第一重封印。从此以后，他与长孙无极注定要纠缠一生。替扶摇解开封印后，长孙无极便和宗岳一起离开了，去走他原本要走的路。临走前，他将自己的玄灵真液给了扶摇，而将扶摇的五色石带走了。他吻别扶摇，并告诉他会在下一站等他的。女人昏迷后，竟然在另外一个地方突然惊醒。她环顾四周，竟是如此荒凉。这时，小七划船向她跑来。毫无疑问，扶摇是被长孙无极放在这儿。如今，云痕摇身一变已成了太渊王，他也兑现了长孙无极昔日暗中对高松许下的承诺：只要高松临阵倒戈，轩辕家便立高普若为后。而扶摇至今未知长孙无极的身份，不过一切又或许是命中注定。扶摇离开太渊后，就顺水而行，意外的得知战北也有麻烦了。攻打太渊，齐震若是获胜了，战南城自然也有好处；但若是输了，这全是战北也不仁不义了。你们这算盘打的真是好啊！那岂不是说阵王有大麻烦了？为了帮助战北野，扶摇带着证人决定去天泉国为战北野作证。半道上，他们碰到戾气染病的村民，又在村子里结识了正在为村民医治的玄机国佛莲圣女和贴身带女巧姑娘到了，来。而这位佛莲公主还有着五洲有名的圣女名号，每次看到路上有穷人或是病人，都会鼎力相助。扶摇看到有如此善良的姑娘，就和她聊了起来。无意外，第二天，巧玲慌忙前来找扶摇，说公主佛莲也染上了重病，而且快要不行了。扶摇赶紧来到佛莲身旁，佛莲治走了所有病人，并将自己的重任托付给扶摇。实不相瞒，我此次前往皇城，也是为了五洲的政事。
可是现在，我怕是赶不过去。此次前往皇城，既是为了国事，也是为了自己与长孙无极的婚事。还说两人虽然相隔千里，但是这些年都有鸿雁传信，始终没有淡了心中的这份念想。他也笃定此生非他不嫁。长孙无极也说过，非他不娶。天真的扶摇就这样相信了他所说的话。这不当个正事，他让巧玲把能代表自己身份的紫风腰牌拿出来，交给扶摇，让他以自己的名义去天泉皇城，替他去见长孙无极，去见君父皇帝。扶摇虽认为此法不妥，可现下并无其他更好的办法，但又不忍心拒绝。殊不知自己已经进入佛莲给他设计的圈套中。而扶摇一来天泉就搞事情，他看到有人在欺负一个弱女子，扶摇看不下去就冲上去教训了那个男人。不过扶摇这次惹的祸有点大，招惹的竟然是天泉国的大皇子长孙平荣，激怒他的后果就是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扶摇与长孙平荣的手下就打了起来，过程中佛莲所赠的玉佩给掉在了地上，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扶摇逃过一劫。此时德王恰好路过，参见德王。看到了他掉在地上的玉佩，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五州圣女的身份令牌。得知了扶摇的身份，原本嚣张无比的长孙平荣更是态度大转变，对扶摇大献殷勤。他想要拉拢扶摇，让玄机国在他夺取太子之位时助他一臂之力。而扶摇的身份已暴露，更是给他之后的路带来了更大的麻烦。更有人把他当成了争权夺利的砝码。长孙平荣收买了整条街的商贩客栈，向扶摇示好。扶摇不想平白受长孙平荣的恩惠，只是十分头疼地寻找着自己的住所。令扶摇意外的是，他在天泉国遇到了宗岳，自然也和长孙无极相遇。也许是历经久别的思念，长孙无极欣喜若狂，上前紧紧地抱住扶摇。可长孙无极的不辞而别，扶摇并不想跟他过多交涉，只想拿回五色石。人交换过东西后，扶摇就想要离开，可长孙无极却拦住扶摇。面对扶摇的质疑，可他还是对他隐瞒了太子的身份，而只是说他是太子身边的幕僚。这时扶摇又说想一睹无极太子的尊容，他不相信无极太子真如外界传言般聪明能干。长孙无极又说议论太子是非乃是死罪，故作神秘的样子，并夸赞起无极太子的聪明之处。可扶摇根本对无极太子不感兴趣，只希望长孙无极能带自己进宫面圣。长孙无极却将扶摇带到了青楼喝酒。扶摇见状没好气地问长孙无极打什么鬼主意，要不是打不过他早就动手了。长孙无极一边给扶摇倒酒，一边说这次他绝不还手。扶摇就讽刺他，骗子，你这个人啊，没一句实话，再不小心几杯下肚，扶摇又问他为何要偷自己的五色石。长孙无极坦言称自己是想要让扶摇前来找他，扶摇还是不愿意相信，想起身离开，却扑倒在他怀里。长孙无极答应以后不再偷偷离开他，说完他就去吻扶摇，扶摇却突然大呼长孙无极是骗子。等到长孙无极想要开口解释的时候，他就忽然一把抱住他的头，狠狠亲了上去。长孙无极在泡妞，而他的大哥得知他回来后，已经坐不住，又跑到德王府。原来无极太子离开天泉之时，君父皇帝身子虚弱，朝中大小事都由二人代为处理。现如今无极太子归来，长孙平荣不甘心放下手中兵权，他想拉拢德王，谋取太子之位。德王这只老狐狸表面上是不想参与晋二人的权位之争，待长孙平荣离开后，他心中已有了答案。容不下我的不是无极，是他吧？在天泉王宫殿堂，至今长孙无极迟迟未归朝，朝中的断统已经按捺不住。他将原本应由长孙无极论功行赏的奏折移交给了长孙平荣签署。雷元山不同意断统的做法，可太子未出现，他也无可奈何。朝中两股政权的演变日渐激烈，众臣离开后，君父皇帝拂去了眼前的宝物，与长孙无极一同现身。刚刚朝堂上的事情都落入了二人的眼中。都听见了？是。天是内言给长孙平荣大军拨银子，也是一个拉拢人心的好日子。而长孙无极却故意不出现，把这个好人让给大哥去做。他不愿意跟他抢这个好，更是不愿意淌这趟浑水，因为他知道大军是大哥培养出来的心腹，日后自己也不愿意再用。长孙无极胸怀大志，有自己的考量，君父皇帝也不多加干涉他。宗岳医馆，扶摇独自一人坐在台阶上发呆。自从跟长孙无极有过亲密举动后，脸上总是不由得傻笑起来。而这一幕已经被宗岳镜收入眼底，他还故意调侃起扶摇来：“今天没你的差事，你在这来耍还这么多。”我脸红是因为我身体好，不跟你说了。最终，扶摇羞涩离开医馆，却在竹林里中遇见长孙无极。只是这个蝼蚁。扶摇这才知道了德王和元皇后两个人的真正关系，在扶摇的心里，那真的是毁三观啊！扶摇惊讶之余，
一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东西，出了声响。德王和元皇后立马发现，赶紧结束约会。但是扶摇也即将惹来大麻烦。扶摇逃跑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的发饰，还被德王捡到了。德王看到之后，心里便有了数。此时扶摇已经回到自己房间，不过他却为刚才的行为十分懊悔。让你多管闲事，让你迷失乱跑，这些看到不该看的了。元皇后和德王，大嫂和小叔子，这也太……而另一边，长孙无极为了逃避与佛莲的婚事，便去找了宗岳。此时的宗岳走火入魔，奄奄一息地躺在石头上。长孙无极慌忙上前替宗岳传渡真法，自己却因此也中了邪毒。行了。宗岳当年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时候，是被飞烟救了，而且还被飞烟传授了医术和武功。但飞烟做事情从来都是有目的的，而他为了报仇，竟然与飞烟做交换，牺牲了自己40年的阳寿，才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宗岳这一生太悲催了，背负仇恨，如今大仇得报，他还要继续报恩，真的活得太累了。而他已经没了半条命了，还在为长孙无极着想。玄机国坐拥天下财富，娶佛莲对长孙无极来说是最好的选择。长孙无极却显得很无奈。初次在玄机王宫遇见佛莲，是因为佛莲落水，他意外的救下他。那时的他瘦弱的像只猫一样，可是他那双眼睛透亮透亮的，似乎能装下世间所有东西，所以才有了二人后来的婚事。可现如今他却对自己的心感到迷茫，因为他爱上了扶摇。与此同时，王宫中各国使节纷纷献上王国版图，4国之力已经齐聚，只差扶摇前来献上玄机图。与其他各图不同的是，玄机图是凝聚5州神力的关键，只有借助玄机图的凝聚之力，才能把各国的神力凝结在一起，共生共存。这时，扶摇身穿一身玄机国的大红盛装来到大殿，简雪见到来人竟然是扶摇，也是一惊，但他也没说什么。倒是扶摇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还搞不清楚状况，非要见到君父皇帝才肯交出宝图献上。天煞王勾结太渊奇阵，出兵逼宫轩辕王，还将此事的罪名推给列王战北野。北恒听到扶摇所言，气急败坏的上前斥责扶摇满口胡言。福莲公主又是从哪听来的妖言？德王不愿多生是非，他想将此事压下不义，可扶摇却据理力争，要求天泉皇城秉公处理。扶摇的话响彻大殿，君父皇帝在宫中的幻境里看到了殿前的一切，皇后也站出说话。而长孙平荣这边也想起扶摇无言以对，便将玄机图献上，可玄机图却无法凝聚5州神力。正在众人疑惑时，真正的佛莲公主出现了。一想到姐姐却仿佛从来没有见过扶摇一般，拿开了扶摇的手，弄得德王都愣在原地。不过长孙平荣却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瞧着您的这身衣着打扮，也是我们玄机国的女子。扶摇呆在原地，却不愿意死心，继续问道：“你不认得我？”黑化的佛莲真诚无邪地回应扶摇：“素未谋面，又怎会认得？”又在众人疑惑为何会出现2个佛莲的时候，佛莲的婢女也站出来指认扶摇是假的。小编不得不说，扶摇经历过那么多事，一路过关斩将，却好像没长一点心眼，也是无语了。这时扶摇想必脑子里嗡嗡的，不过他倒是很坦诚。没错。正当扶摇就要被拖出去时，这时候君父忽然派人请玄机王拧进见。就在佛莲一脸得意的以为是请自己时，却被告知请的是扶摇。君父早就知道了扶摇和无极之间的事，他提起扶摇与长孙无极在太渊的事情，揭开了长孙无极一直瞒着扶摇的身份，看到了无极太子的画像。扶摇看着眼前的画像，他回想起当初在玄元派与长孙无极，还有长孙无极帮他赢得比赛之后，又在天泉皇宫见到长孙无极，在太渊的那些事情，他无比震惊。太子殿下到！通过君父的幻境，扶摇把朝堂上的事看得一清二楚。也是在此时，扶摇才发现所谓的天泉太子竟是他爱的那个人。原来那个人真正的名字是长孙无极。只见佛莲和无极面对面，手扣手，佛莲眼波流转，无极笑意盈盈，真是情意绵绵。同时，君父又实力坑娃，太官了，一笔一笔的缠头送出去，也不知道送了多少。扶摇信了君父的话，伤心地望着幻境中的无极和佛莲。事实上，长孙无极根本没有给佛莲亲近的机会，那些画面不过刚刚走出大殿的扶摇就被长孙平荣拦截。大胆逆贼竟敢冒充玄机公主，给我拿下！扶摇本来就心藏怒火，自然不肯妥协，两人就打了起来。而长孙平荣虽然不是他的对手，但像长孙平荣这种人，自然留有后手，被长孙平荣擒拿。而这一切都是心机女安排的。这位号称佛莲圣女的佛祖的弟子，表面上人畜无害，背后却和大皇子勾结在一起。
先假装不认识扶摇，按一个罪名在他身上，说之前说的一切都是假的，妥妥的是一枚白莲花。只怪扶摇轻信了他。当日，佛莲前来找长孙平荣之时，便提出了一个合作，只要长孙平荣能助他完成此事，长孙平荣当上太子之后，他便甘愿嫁给长孙平荣。长孙平荣一直记着佛莲最后一句话，如今扶摇在他手上，他希望佛莲兑现诺言。可佛莲心心念念要嫁之人是天全国的太子，他告诉长孙平荣，若是长孙平荣得不到太子之位，他们之间的约定便作废。自小，佛莲便是众多王女中最漂亮的一位，也是最聪明一个，最得王母欢心的那一个。可就因为她是出身卑微的二王女，就因为她比凤静只晚了1年，便得不到玄机王宝座，所以她便发誓她一定要成为天权皇后，成为全五州最尊贵的女人，让玄机女王都不得不仰慕她。而她虽然对长孙无忌爱慕极深，可为了当上天权皇后，她也可以牺牲掉长孙无忌，选择与长孙平荣合作，在长孙平荣当上太子之时，嫁给长孙平荣。所以她刚才为了给长孙平荣争取时间，一直缠着长孙无忌不放。长孙无忌心思不在佛莲身上，只委婉推脱，好不容易摆脱了佛莲，却被简雪告知冒充佛莲的女子便是扶摇。长孙无忌听后，慌忙赶来见君父，请求他能网开一面。得到君父的同意后，长孙无忌便满城寻找，殊不知他已经被长孙平荣掳走。而扶摇不仅中毒身受重伤，长孙平荣还给扶摇刺入了锁魂针，不得动弹。而他得知长孙无忌正在满城寻找扶摇后，更是想毁了扶摇，不让他好过。扶摇以前不管怎么样，无忌都会保护他，只是这一次，扶摇只有一个人在战斗。虽然他一直昏迷，也被长孙平荣撕裂衣服。正当长孙平荣龌龊地靠近他时，朦胧中扶摇用残存的一丝力气逼出了头上的销魂针，吐了长孙平荣一脸血，接着又拿起花瓶砸向长孙平荣。长孙平荣很惊讶，挥刀地向扶摇划去，背部也被划了一剑，接下来又一剑捅进了扶摇腹部。扶摇彻底被他折磨得不成人样，又被他狠狠地踢了一脚，可是扶摇还是拼死在抵抗。长孙平荣见状，也不想强占他了，他要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刺到扶摇的腹上。扶摇还是拼命的在抵抗，而外面长孙无忌得到消息，马不停蹄的赶来，却被他的侍卫拦住。而此时的扶摇，而门外的长孙无忌直接骑马擅闯进去，叫大皇子下面血流不止，两个人同时倒地不起，但扶摇还是强撑着不敢晕过去，直到无忌赶到。是甜蜜的新婚之夜，却因为要隐藏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惨遭灭门。而扶摇本来可以救下他们，却因为无极而错了这个机会。长孙无极埋伏在玄机国的暗线来报，说玄机最近人心惶惶，市场上能买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可粮食的价格一直往下跌。虽然说价格便宜应该是好事，可长孙无极知道粮多钱少，并非是因为产量过剩，恰恰是因为钱币变少，而长期以往的话，必会酿成大患。而幻生殿中黑烟缭绕，阴森无比。飞烟可以感知得到扶摇正一步步踏进他命中注定该去的地方，心中无比期待。而扶摇为了行走方便，女扮男装成宗岳的样子，不过才刚到玄机国，他们就遇到了麻烦。凤静只想要教训扶摇，没想到却被女扮男装扶摇调戏了一番。大王女本就性格狂傲，高高在上，怎么能允许扶摇就这么把自己非礼了？所以这事一过，扶摇和凤静直就真正结下梁子。为了报复扶摇，凤静直处处派人去追杀扶摇，以至于不能光明正大在客栈住房。刚好有一户人家儿子结婚，他们上前讨喝喜酒，主人家姓李，是一位好客慈善的老人家，将他们留在李府中休息。李老更是热情招待扶摇和小妻，还亲自向他们敬酒，做到宾客如归。随着扶摇喝完酒后便回房休息，一踏进房中，扶摇就发现了长孙无极的异常。此时的长孙无极正在接受他师父的惩罚。长孙无极因迟迟没有带扶摇回穹苍之事，正遭受着穹苍的酷刑。扶摇看出长孙无极的气息混乱，他决定替长孙无极传渡真气。他命小七守在房门口，切不可让人打扰，否则他跟长孙无极都会有危险。而这时李府也闯入了一批不速之客，寿星的紫披风更是没有放过刚刚成亲的新人。看到李老的儿媳妇长得漂亮，立即被她的美貌迷住，纵使新郎求他们放过，却被无情一刀捅死。外发生的一切，扶摇都知道，因为扶摇正在屋内给无极疗伤，内力严重受损。听着外面发生的一切，他却无法出手相救，一边是自己的爱人，一边是收留自己的好心人家。扶摇内心备受煎熬，导致他走火入魔，但还得继续替长孙无极疗伤。
这时扶摇看到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丹药，可是宗岳的丹药虽然可以快速恢复内力，却会遭到反噬，当下无其他选择。扶摇不顾性命危险服下了丹药，最后救下了无极，破门而出，将所有的紫披风全部杀尽。新娘被救却没有感激，话音刚落，李家新娘也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扶摇对此十分自责，怪自己太自私，也怪自己软弱无能，还因此差点自杀。还好无极及时苏醒，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瓢泼大雨中，扶摇将自己的难过都发泄在长孙无极身上，他开始无法控制着身体的力量，最后晕倒在无极身上。这是电视剧《扶摇》中曾经一度被300万网友评论最美的女王——玄机女王。作为玄机国一把手，她一身华服，霸气登场，魄力十足，一举一动拿捏得相当好，演技更是爆满。为李家惨遭灭门一事，扶摇一直很自责。而玄机王室正在不择手段地隐藏一个巨大的秘密，于是长孙无极带着扶摇假扮成宗岳医圣的身份来到王室，见到了这位玄机女王。女王将长孙无极奉为天权最尊贵的客人，她让代为长氏的大女儿凤静之好生招待长孙无极，而扶摇便以医圣的名义留在女王身旁，替女王诊治。佛莲自从被无极退婚后，就被凤静之囚禁于寝宫中，并且不得让她踏出宫中半步。与此同时，扶摇这边帮女王把脉，并没有异常，只是称她虽病入肌里，但并非不治之症。他将随身所携带的一枚解毒药丸交给了女王，不过女王生性多疑，并没有立即服下，而是示意身边的侍女将此药拿给自己最看重的贴身侍卫。可谁知凤隐阁的首领唐懿中服下药后，却突然倒地，扶摇瞬间成为众矢之的，被大群侍卫团团围住。但没过一会，唐懿中便安然无恙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女王看着扶摇面不改色的表情，让唐懿中自己替自己把脉。唐懿中告诉女王，自己体内经脉通畅，气血如常，并且告诉她此药无毒。女王这才放心。抬头之际，唐懿中认出了扶摇就是先前在天煞台上与他交手之人，却没有拆穿扶摇的身份。解毒之药对女王的病起了作用，女王高兴赐给扶摇令牌，准许他可随意出入宫中。扶摇看着这玄机王宫，心间蓦然就涌现出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记忆也是慢慢的有了一点点。正当扶摇想去一探究竟时，却被告知这里是王宫禁地。晚上，扶摇将女王的病情告知长孙无极，知道凤璇不是重病，而是身中剧毒。其实扶摇给女王的药是宗岳给自己备用的解药，自己只是想让她服下去，蒙混过关再说。没成想这药竟然起了功效。这时，一阵凤鸣声传来，殊不知这声音就是为扶摇而来，而扶摇也好像感应到，他告诉无极，自己自从来到玄机后，他便发觉玄机宫中的许多事情都似曾相识，包括这次的凤鸣声也是一样，好像之前也在梦里听过。打扮男装的扶摇，为了能让心爱的人开心，进入小鸾台的时候，扶摇偷偷留了一个小缝隙，目的就是为了无极能够进来。哪知道无极进来的时候非常的不小心，弄出了一声很大的声响。听到这响声，凤静直也是变得警觉起来，不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扶摇抱在怀里。而扶摇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滑板，撩得他不要不要。此时扶摇的眼神很深情的话一出，躲在后面的无极都笑了，估计也没有想到扶摇居然比自己还会撩人，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进入了佛莲给他们设计的圈套。女人为了掩盖真相，不仅派人下药毒害自己，更是不惜要对自己的女儿下手。可女王凤璇明明深知此事的严重性，却只称岛月卓渊的裂变只是暂时的，还把唐懿中训斥了一顿。她提起自己现如今的情况，她现在病入膏肓，可她的2个王女却没有任何特别的凤凰灵性，不足以继承大统。倘若她现在一病不起，整个玄机国都会陷入危机，所以她绝不能倒下。除此外，她深知自己的病情并非偶然，而是有人刻意下毒陷害。她让唐懿中暗中查出躲在背后下毒之人，而且要多加监管着长孙无极与扶摇。他认为2人此番来玄机，必定目的不单纯。为了保守这个秘密，他还询问与一起潜入月卓渊那些人的来历。唐懿中自然知道他心狠手辣，但也只能听命行事。等唐懿中走后，他便自言自语，他怕长孙无极查到月卓渊的事情，还秘密让他的杀手影子去刺杀无极，想要灭口。而佛莲自从得知长孙无极太子进入玄机国，他时时刻刻都打听他们的消息。上次害扶摇不成，心中充满怨恨，新仇旧恨加在一起，而且他知道扶摇才是真正的佛莲公主，而他自己是个冒牌货，他恨不得马上把扶摇给除掉。漆黑的夜晚，佛莲不惜用匕首划开自己的手心，用肮脏的血召唤师傅飞烟店主，果然下一秒飞烟便出现在上空。而他得到飞烟阴女后，便派身边的婢女去请扶摇。为了不让佛莲揭穿自己身份，扶摇便同意去见他。当看到佛莲出现后，许多网友扶摇一副爱答不理的态度，没想到佛莲却给了扶摇一件东西，
就是他自己的凤凰如意，这东西不能吃不能喝的，但是代表着他的尊荣地位，还趁扶摇不经意的情况下，硬是把如意塞到了他手中。这下扶摇又心软了，勉强收下了。可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啊，扶摇怎么就不明白呢？另一边，凤静直也前来见长孙无极。长孙无极问起了凤琪的事情，称女王并不是重病，而是中毒。他希望凤静直能配合他查明真相，一同稳定岳卓渊。玄机国与五州天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长孙无极身为五州太子，凤静直选择相信长孙无极，答应了长孙无极的请求。与此同时，长孙无极在小鸾台凤氏族谱上发现了族谱中记载着女王凤璇的妹妹凤琪在多年前已故，而其夫君玉衡却还活在世间。更意外的是，族谱上还记着两人生下的孩子凤无名。不过凤无名与别人的凤凰图腾却有所不同，而倒霉的凤静直被扶摇撩得五迷三道。他亲自给女王送药，准备劝说女王接受扶摇，却不曾想自己因为偷听到母后的秘密，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凤璇自导自演，而且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凤凰灵性。岳卓渊的事情也正是因他而起，为了掩盖真相，派人下药毒害自己。因为玄机规矩，无凤凰灵性者不可继承大统，所以他必须要守住这个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可这番话却被门外的凤静直无意中听到。得知此事的大王女失神打破了药罐后，仓皇逃跑，也引起了二人的注意，最终被玉衡找到。扶摇女扮男装，假扮宗岳，三番两次调戏大王女凤静直，惹得凤静直心生爱慕。可最后凤静直竟然惨死于自己的寝宫，旁边躺着晕倒的扶摇，手里还握着凶器。还没回过神来的扶摇想站起来，这时佛莲在身后惊呼友好，可是背地里却一直在谋划陷害扶摇的事情。这次就连玄机女王凤璇都成了佛莲的帮手，因为玄机女王的秘密被大女儿知道，她便六亲不认，想对她痛下杀手。可她又怕难以堵住朝廷上下的悠悠众口，但是她的行为被佛莲看到。佛莲假装是来给他诵心抄写的佛经，实则他早就布好了局。原来佛莲早就知道扶摇的身世，只要扶摇存在一天，那么自己地位就会受到威胁。而玄机女王知道扶摇就是那个口含莲花而生的女孩，自然不会放过她。于是她又诓骗引子玉衡来的调虎离山计，把无极太子引开。扶摇担心无极也追了出去，不过在追赶他们的时候，一不小心进入了王宫禁地。在这里，扶摇脑子里又出现了很多零碎的片段。随着扶摇一步一步靠近，他神智也逐渐恍惚，记忆也慢慢变得更清晰。他看到了昔日玄机王宫中所发生的惨案，而旁边就站着凤璇和小时候的佛莲，往事历历在目。察觉到异常的扶摇连忙将身上所携带的如意扔掉，本来想努力保持清醒，可还是被一名神秘人打晕。而感觉天旋地转的扶摇挣扎着睁开眼睛时，竟然看到自己的手里竟然握着一把鲜血淋淋的刀子。再睁大眼睛一看，大王女就倒在血泊中，已经没有了气息。而佛莲突然出现指控他是杀人犯，扶摇便深深明白了这一切。可怜的扶摇浑身乏力，连站起来都难上加难，而被佛莲深深所以长孙无极小时候所遇到的小佛莲是扶摇，扶摇才是真正的含莲而生的孩子。他就是长孙无极在小鸾台凤氏族谱上记载的凤无名，也是凤琪和凤璇身边的影子玉衡所生的孩子。当日玄机王女生下的佛莲公主并不是凤静范，而是凤无名，而真正身负凤凰灵气的正是死去的凤琪。多年来，凤璇和凤静范母女二人不过是鸠占鹊巢。在玄机国，岳卓渊与玄机王族的凤凰灵性相融相投，所以在王世子嗣中必定有一人具有这样的凤凰灵性，而这个人就可以继承玄机的王座。当年凤璇、凤琪互为孪生姐妹，按照玄机的时辰和规矩，需要一同送往岳卓渊验证。只要是命定之人，必须会有神迹出现。而佛莲早就认出扶摇就是冷宫里的小女孩凤无名，是他发现了婉仪给他送吃的，和假佛莲联手陷害，而被关押起来，却被长孙无极救走。他已经与玉衡达成约定，只要他帮助玉衡寻找其妻女下落，玉衡就会在玄机宫中策应他们。玉衡其实是五州十圣者，此人从不露面，却武功极其高深，多年来暗中帮玄机女王做了许多伤天害理之事。而玄机女王爱慕玉衡多年，可玉衡的心思却从不在凤璇身上。19年了，玉衡为了追寻凤琪母女的下落，一直追随在凤璇的身边，但他现在心灰意冷，知道了凤璇根本无心将凤琪母女的下落告诉他，他想与凤璇同归于尽，一了百了。可凤璇为了能让他继续留在自己身边，辩称凤无名根本就没有死。凤璇为了坐上这个王位不择手段，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还在大殿上给到了长孙无极身旁。凤璇就像看到救兵一样，连忙让玉衡杀了长孙无极。孰知玉衡却直接对准凤璇，想要知道自己妻女的下落。谁知竟然被玄机女王三言两语整得没了主见。就这智商，怪不得妻子都去了10几年了，
还在内给仇人当刀使。这时，一袭黑衣的扶摇来到，玉衡一见扶摇便看到了凤琪的影子。凤璇想起小女儿曾经说过的话，明知道扶摇真实身份的他，却还是将玉衡引到了错误的方向。玄机女王和长孙无极两人各执一词的情况下，玉衡是彻底的懵逼了。而在这个关头，玄机女王提出了古法验亲、王族血亲查验这个幺蛾子。此法需取2个至亲之人的鬓发放于香炉中燃烧，待凤胆燃完之时，若鬓发溶结在一起，便能证明他们是血亲之人；若是无法溶结，炉中升起黑烟，则是毫无关系之人。不过不出所料的，玄机女王又在半途动了手脚，致使炉中升起黑烟，玉衡就这么被耍来耍去的，最后还和长孙无极动起手来，是要取得2人的性命，以消他的心头之恨。与此同时，贾佛莲这边也是出师不利，本来要提前处决了扶摇，谁知来到后才被告知扶摇跑了，想出去追赶吧，又被飞烟拦了下来，还被带到了月卓园。关键时刻，这贾佛莲智商准时下线，还在内求飞烟杀扶摇，却被飞烟告知，纵然他会杀尽天下所有人，可唯独不会杀扶摇。佛莲认为自己是寒莲而生的女子，身具凤凰灵性，他想要替飞烟召唤火凤，只要飞烟能够帮他杀了扶摇。可佛莲始终不是天选之人，他根本就没有凤凰灵性，纵然他喊得再声嘶力竭，也无法召唤出火凤。而另一边，长孙无极护着扶摇，玉衡穷追不舍，一路打至祭坛。长孙无极再次向玉衡保证，扶摇真是他的女儿，可玉衡却不肯相信，他接受不了任何人拿凤琪母女之事来欺骗他。玉衡再次对长孙无极与扶摇下狠手。打斗期间，扶摇不慎受伤，两人都被玉衡踢飞。扶摇恰好躺在祭台中间，那里是玄机魂力最充沛的地方，也是扶摇开始第3个封印的地方。他的血染红了祭坛上的凤凰图腾，随着扶摇缓缓升到半空，玄机王宫中的凤凰之力解开了扶摇身上的第3层封印。扶摇也莲花想起了小时候无极病患他丫头，还把他最珍贵的玄灵真液交给他保管，而小时候的记忆太残忍，一下子全涌上心头，他承受不了。他无助、痛苦又无奈，终究化为泪水划过无极指尖，令无极心疼不已。而玉衡这下终于相信了扶摇就是他的女儿，扶摇终于和父亲相认了，因为扶摇才是真正的玄机正统，她就是凤琪与玉衡的女儿，也是玄机宫中寒莲而生的公主。心狠手辣的凤璇就找到了她的母亲王位，为了爱慕已久的姐夫，她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姐姐，护住扶摇。她忍受着所有不堪的屈辱之后，扶摇在徐婉的庇护下偷偷长大，也因此在冷宫后边废弃的莲池里认识了长孙无极。当日，他与长孙无极达成约定，长孙无极愿意带着他跟徐婉一起离开玄机王宫。可就在前一晚，佛莲却突然找到了扶摇，要求扶摇交出玄灵真液。扶摇不肯交出玄灵真液，佛莲便将他藏身于柜中的事情告诉凤璇。就在这时，扶摇却是没有记忆的活过来。此时，凤璇收到消息，匆忙赶来祭坛。祥瑞火凤盘旋于空中，大家赶紧把祝福打在评论区，相信家人们会和扶摇一样，爱情事业双丰收。玉衡说，当初扶摇出生那一晚就是如此，火凤凰围绕着天空飞翔，整个宫中花香弥漫，犹如仙境一般。还听说他一出生便会笑，而一笑去了自己的亲情。扶摇面对自己的父亲，失声痛哭，本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亲人，现在不仅解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玉衡将哭着的扶摇抱进怀里，扶摇也终于叫了一声爹。看到人家父女相认，歹毒女王气得呼吸不畅，见事情败露，下令抓拿扶摇。可惜没有人再听凤璇的命令了。自古以来，只有玄机正统才能召唤出月卓渊火凤，开启祭坛。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只有扶摇才是真正的玄机正主。众人都跪在地上认扶摇为女王，而凤璇却不服。可凤璇却说她信口雌黄，要求长孙无极拿出证据。这时，亲弟弟凤舞也出来指证他的种种卑劣的恶行。凤璇见大势已去，还妄想逼迫玉衡妥协。他痴情地喊了一声情郎的名字，然后吐血而亡。扶摇从平凡的小丫头成长为玄机女王，幸得有无极一路相伴相助，命运兜兜转转，真爱永远不会缺席。两人从小相识相知，最后缘分还是把两人聚到了一起，成为五州最尊贵的五福 CP。不过，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扶摇恢复身份与爹告别，玄机宫中的事情已了结。玉衡决定离开王宫，去赎清他的罪孽。扶摇纵然再有不舍，也决定支持父亲的决定。临走时，扶摇还将当年母亲对父亲的期望跟爱意道出。玉衡对玄机再也没有丝毫留恋，就这样离开。而玄机大殿上，当扶摇一步步走向玄机女王宝座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是不开心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母亲用分的美艳动人。在扶摇行加冕礼的时候，无极这小表情也是醉了，开心的眼睛都没有了，真的是一点都不淡定了。
瑶在众臣的见证下行加冕礼，成为了新一任的玄机女王。而无极为她授扶摇女王的权杖，她走上前去。看来无极的撩妹台词库又再度升级了。而扶摇接过权杖，众人跪拜行礼。扶摇展示神威，以血滋养权杖，神杖竟幻化成一只火凤在大殿起舞，让众人臣服。另一边，五州新一代宠妻狂魔战北野上线，荣登天煞爱老婆第一人宝座。小编觉得，若有撩妹界的五州十胜，我们这位天煞星王必能位列前3甲。在战北野与雅兰珠拥抱时，传来扶摇登上玄机王座的消息，两人也是欣喜不已。而与齐韵平凡度日的宗岳也收到了长孙无极的书信，现齐韵身上的顽疾已无大碍，纵然没有龙鳞甲护持，齐韵也不会有性命之忧。宗岳准备前往玄机国一趟，归期未定，他给了齐韵自由，让齐韵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齐韵不愿意离开二人生活之地，他向宗岳表明自己愿意留在原地，等待宗岳归来。而扶摇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终于不用再受别人的摆布，在大殿之上回想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和磨难，他想到那些为他牺牲和帮助过他的人。这时唐懿宗走进来，扶摇下令废弃了玄机国的梳洗之刑，并让唐懿宗寻找到出逃在外的佛莲。等到唐懿宗走后，长孙无极就走进来打趣扶摇，两人发糖的时候也是很甜的。而扶摇登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玄机世袭的王权制度，成立了议政专员，由7位议政专员共同处理国事。倘若两半蚕食合二为一，五州将会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为此忧心忡忡。而小七却望天诡异而笑。而长孙无极回到房间后，因为办事不力被天机惩罚。天机打落了长孙无极在穹苍的6辰花，造成长孙无极气息紊乱，受尽折磨。天机将长孙无极带到了长青子的修炼所在地，也就是穹苍的境地。扶摇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也解开了自己身上一层又一层的封印。而如今天权副本终于开启，这也是扶摇和无极必须经历的一场劫难。因为德王造反，长孙无极便带着扶摇一起回到天权。元皇后知道这一切都是君父皇帝一手设计的，便命人暗中请扶摇到寝宫相见。皇后匆忙扶起了扶摇后，她以天权王国的皇后之尊恳请扶摇能够拦下长孙无极去评判德王一事，还称德王谋反实属迫不得已，她不能让长孙无极一辈子活在悔恨之中。扶摇知道皇后对德王的私心，自然不肯同意皇后的请求，而且德王谋逆一事事关天权国事，他既无权插手，也不愿意去干涉长孙无极的选择，哪怕这个选择是错误的，他也不会阻碍长孙无极。殊不知这是君父皇帝为了让无极陷入苦痛，他筹谋了20年。他先是命几名黑衣人以德王之名将皇后打晕带走，又趁扶摇不备时将他绑走，让无极以为是德王干的，促使无极出兵。江北帐营中，德王原本以为自己救出的是皇后，却没想到自己差点被刺杀，而刺杀之人正是轩辕晓，他的原配夫人阿荣。轩辕晓再次见到德王，几乎情绪失控。德王很是震惊，当年的事情他一无所知，他想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何事，可轩辕晓却不愿意提起。随后，德王前来见长孙平荣，他怀疑是长孙平荣走漏了消息，皇后才会在宫中被调包。现皇后在宫中生死难测，德王决定贸然出兵救出皇后。长孙平荣觉得德王意气用事，他毅然决定带着自己的兵马离开。而这个蠢材没想到还留有后手，偷偷留心记下了德王的兵力部署。他准备回天权王城，拿着这张图纸向君父皇帝邀功，作为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然而没想到却被自己的心腹直接杀了。这下大皇子长孙平荣现在彻底下线。另一边，君父皇帝把皇后和扶摇关押在一个密室中，此生对无极最重要的2个女人就是他母亲和扶摇，而这一计策正是让他们互相残杀。原来天权皇帝这个位子看似权倾天下，实则却受制于五州跟万民。他与德王2人自幼感情深厚，可聪明的长孙家却备受宠爱，而他却因少年老成被误以为木讷笨拙。先王偏爱长孙家，故在知道天权皇位有恶咒的情况下，还将他立为了储君，成为了天权皇位的一个祭品。天权皇位恶咒，凡是继位者皆寿命短暂。长孙炯虽然打破了这个死局，在他之后的继位者皆可以长命，可他自己却换来了一生的病痛缠身。令他感到愤怒与震惊的是，他身边的人却在这时背叛了他。皇后的亲生儿子长孙无极并非是他的亲生骨肉，而是长孙家的孽种，让他痛苦而已。为了报仇，他从身上拿出一瓶毒药扔到扶摇和皇后面前，说是只有他们其中一人喝下毒药，另一个人才能得救，不然一炷香时间后，密室会充满毒气，2个人都会死。作为无极最重要的2个人，如果都死了，可想无极会有多崩溃。元皇后和扶摇都拼了命的去抢这瓶毒药，在元皇后的心里，自己已经饱受了相爱之人不能在一起的痛苦，
不能再让自己的儿子经历。而在扶摇的眼中，五州的女子千千万，而无极的母亲只有元皇后一个，所以扶摇抢先喝下了毒药，让皇后独自一人离开，带着长孙无极前来救她。皇后一路哭着跑出密室，却还是没能逃出君父的手掌。她早猜到了二人的结局，也早已让人为皇后备好马车。看到了长孙炯的一切打算，皇后心中一阵绝望。万万没想到，周叔竟然复活了。扶摇为了救皇后喝下了毒药，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个人，而这个人竟然是自己心心念念亲生父亲一般的周叔。周叔终于强势归来上线了，扶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在自己的面前被铁门砍死的周叔，现在好好的坐在自己的面前。扶摇喜极而泣，突然扶摇想到还要赶紧去救无极。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赶过去，无极就中了君父的奸计了。如果无极真的亲手了结自己的亲生父亲，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扶摇拼命想去找无极，但是周叔不同意，因为现在扶摇的身体太虚弱了，本来刚刚就喝了君父的毒药，现在又要去奔波，那是不行的。而且对于这件事情，也是扶摇与长孙无极二人注定要经历的一次磨难，无法避免，就选择为扶摇解毒。只见木灵之神缓缓朝扶摇走来，向他脸颊舔去，而周叔也情不自禁地落下了2行清泪。没想到扶摇的第4重封印是靠他解开。幻境中，扶摇来到了一处莲池，这时一道声音告诉扶摇，他便是五色石的天选之人，他就是祸乱五州的罪魁祸首。只有他真正的死去，五州才能避免一场战乱。而五州之大，在世上只有一个人才能真正的摧毁它。就当扶摇好奇这个人是谁时，无极的影像出现在莲花上。看着面带微笑的无极，扶摇第一次觉得自己看到无极是这么的心痛，因为他知道无极对自己的感情有多深，但命运却让无极要亲手杀掉自己爱的人。这不管是对自己还是无极，都是最残忍的惩罚。接下来，扶摇终究是要面对的，他愿意用自己一人之死换五州之安宁，而周叔也坦言相告。原来周叔竟然是五州十圣排行第2的圣女，他本一生云游四海，不问世事，却意外在河边发现了扶摇。当时扶摇手中拿着那颗五色石，他就知道了扶摇的身份。本来想了结扶摇，可又不忍，他不希望扶摇生命由别人做选择，于是才带着他躲到玄元山。周叔本想用玄元山的灵气压制扶摇体内的邪火，让他平淡安稳地度过一生，可却没有料到扶摇最终还是走上了这条艰难的道路。这是穹苍长青木匕首，他将匕首送给了扶摇，称只要扶摇用匕首杀了长孙无极，世上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危及到他的生命。可若是扶摇不杀了长孙无极，就注定继续走上这条艰难的道路。最后周叔与扶摇道别，他头，而不是像师尊那样一味命令无极杀。德王万万没想到长孙无极竟然是自己亲生儿子。当年长孙炯因为嫉妒先王对长孙家的偏爱，特地娶了长孙家的心爱之人袁清羽。20年来，长孙炯一直在计划逼迫德王谋反，让长孙无极和德王父子相残。君父本和德王是一个母亲所生，天权的皇位是个恶种，凡是坐上皇位的人都活不过30岁。就是这个秘密彻底让长孙炯崩溃了，长孙家和自己的亲生儿子自相残杀，让元皇后痛彻心扉。不得不说，长孙炯真的太适合天权的皇帝了。于是君父利用轩辕晓对德王的恨意，故意派人将轩辕晓绑到了德王营中。就在大战在即之时，长孙家体谅夫妻情分，同时也体面2个人的孩子，准备放轩辕晓离开。君父明明早就知道，但他为了惩罚元皇后和德王，才故意立无极为太子，为的就是等无极长大后好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但轩辕晓听到这一切大惊失色，被长孙炯知道了。在充满权力纷争的皇室，这可是天大的秘密，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轻则引起天权皇室的内乱，严重的还会造成五州各国动荡不安，争权夺势。因此，知道秘密的德王妃轩辕晓和他的女儿莲儿，自然是逃不过被皇室追杀的后果。虽然带着女儿匆匆逃走，躲了起来，可没想到他们竟然放火烧了他们。最后虽然被飞燕店主所救，代价是失去阳寿和神智，以至于后面疯疯癫癫的。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却苦苦找不到女儿莲儿。轩辕晓恨极了长孙家，若不是他与皇后有染，也不会有当年之事。而长孙家得知了当年的事情真相，心中意外震惊。长孙无极是他与皇后的亲生儿子，与他大哥长孙炯没有任何关系。此时的德王浑身一震，不敢置信。可随即他又明白过来了，也意识到背后可怕。现长孙无极已经率兵在城外，长孙家只能选择一战。而长孙无极虽然兵临城下，却心生出几分犹豫，迟迟没有下令攻城。长孙无极还是带着扶摇赴往穹苍。自从他与德王父子2人刀兵相见，德王便故意输给无极，受下长孙无极一掌。连长孙无极都十分意外，始终还是没有狠下杀手。他扔下了自己手中长剑，将最后处决权交由君父。很快，
长孙炯就收到前方战报，君父本就是想让弟弟长孙家死在自己亲生儿子手中，于是他命士官传旨下去，要求长孙无极将长孙家就地斩决。可就在德王行刑前一刻，皇后及时赶到，当着天权士兵面前走上高台。长孙无极给他们俩空间，让他和长孙家告别。而无极虽然默许，但内心却十分煎熬。皇后为了不让长孙无极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决定当众公布长孙无极的身世。长孙家坚决不从，为了帮助长孙无极顺利成为天权皇帝，长孙家愿意赴死，成全无极的名誉。二人争执不下时，长孙家趁机夺过身边刽子手的刀，当众自裁。元皇后心灰意冷之下，也离开皇宫出家。另一边，长孙家被行刑之事传到了长孙炯的耳中，他十分满意，却因身体不适而昏倒在了地上。而得知了真相的长孙无极还来不及悲伤，便启程回去见君父最后一面。长孙炯也敞开心扉，把一切的真相告诉无极。但尽管如此，他认为自己还是输给了长孙家，他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唯一得到的就是长孙无极。可偏偏长孙无极却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而是长孙家的骨血。虽然说这么多年长孙炯一直隐忍，但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一直都在往他设好的陷阱里逐渐深入。其实换种思路，长孙炯也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人了。虽然最终实现了自己多年来隐忍的夙愿，但是实际上这一辈子过得并不开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过得还不如德王，至少人家两个人是真正的爱过呀。长孙炯到头来是什么也没有，最后无极成为武周新一代的君父皇帝。可现在穹苍上，长青殿地下所藏着的地飞天封印巨石，虽然封印已有1000年之久，可封印已经困不住地飞天。为了守住这一半残石，4位长老联合天机，共同用自己的元神之力合体加固封印，抵制黑暗势力。只不过此法只能用于一时，无法永绝后患。为加固这道封印，已经让他们耗尽了半生功力，他们已成了无用之人，如今只能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放在长孙无极身上。天机将穹苍的现状都通过梦境带给长孙无极。长孙无极梦醒，心中无比复杂，他不知自己要如何做才能得到一个两全之法，既保武周又保扶摇。殊不知扶摇早已经知道这一切，他不愿意武周因他而乱，为此他独自一人离开了天权王宫，准备孤身一人赴往穹苍。但在竹林中却意外遇到了一身不衣的长孙无极。既然长孙无极心意已决，他也不再犹豫，不管是命中注定也好，天命难违也罢，他们二人都将会一同承担，一同陪着彼此。不过长孙无极到了穹苍后，却隐去了踪迹，将扶摇带到了自己的住处。另一边，飞燕也感受到扶摇来到穹苍，便前去见天机与穹苍4大长老。扶摇情愿受穹苍九幽幻境极刑的惩罚，也不愿意将扶摇的下落说出来。于是长孙无极不惜将自己一身的武功还给穹苍。九幽幻境奇幻无比，多年来未有人能安然通过。长孙无极也深陷阵法中，不仅受了重伤，还天降锁链将他围困，囚于穹苍的无念山的山顶，也就是武周的9天之巅，接受了师尊的噬魂钉之苦，将4个噬神钉分别打入了长孙无极的双肩和双腕，一身功力被禁锢，形同废人。天机听完，一道凌厉地掌风直冲向长孙无极，无极直接口吐鲜血。而这个禁锢神法能破一切内外真力，长青殿已700多年不曾启用。他在施禁锢神法之前，给了长孙无极最后一次机会。有你在何处？可长孙无极情愿承受这锥心之苦，依旧心意不改。天机只好狠下心来，对长孙无极施以极刑，让长孙无极痛苦至极。可他心中仍然惦记着扶摇。你看什么了？不喜欢这明朗的你，不想你们世界的磨难，我就那样的光鲜明亮。最后无极还是愿领下到达穹苍的无念山前，就当他准备进去时，后面就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小伙伴打团出现在扶摇身后，这里毕竟是穹苍，师尊本来就是想要找到扶摇，现在来了。言与长孙无极皆自小开始学习穹苍法术，他怎么可能猜不到长孙无极的用意？他想废除一身功法来冒险一搏，可此法凶险至极，千百年来从没有人真的做到。太炎不愿意让长孙无极拿性命去赌，可长孙无极却心意坚决。若是此法能成，他便能与扶摇相守余生；若是不能成，他也甘愿陪着扶摇一同离开这世间。长青子是穹苍祖师，邪火帝飞天附身在长青子心爱的佛莲身上，为了守护武周，长青子忍痛割爱，将佛莲杀死。太炎偷来长青子的宝物，透过宝物，长孙无极见到了阻止邪火帝飞天的方法。可看过了此方法之后，长孙无极彻底失望。在长孙无极看来，扶摇一人的性命比天下更加沉重，他绝对不会为了任何人来伤害扶摇。与此同时，扶摇与宗岳一行人也前进了无念山，被意外听到了长孙无极被囚禁在山顶的消息。
为了救长孙无极，他们决定冒险闯上山顶，但他们却被追兵拦住了去路。他们便让扶摇先去，自己留下来拖延时间，与穹苍弟子交手。此时天机与其他4大长老也都在全力搜索着扶摇的踪迹，也猜测扶摇定会上无念山救长孙无极。而在穹苍云桥上，眼见身后的穹苍弟子越来越多，小七很勇敢地选择了留下来。这个人太危险，我能守住这座桥的。为了帮助扶摇，他砍断了过桥的绳索。眼见穹苍派弟子纷纷掉了下去，小七也松了一口气，而对面其他弟子也不敢靠近。可就在小七以为安全时，一个弟子却从桥下飞过来，用刀想要杀了他，让小七猝不及防。还没等小七反应过来，此人又是一刀砍了过来，终于靠着自己的能力回报了扶摇，也算死而无憾。最后小七用尽全身力气拉着穹苍弟子一同往悬崖下面跳，顷刻间桥便彻底毁于一旦。无极说了无数个让扶摇快走，可是扶摇听不进去，他一心只想着救出无极。就在这时，无极才不慎说出了那个瞒了扶摇很久的一件事情。这里是九天之境，不是无念之境。扶摇才意外得知，当时在无念之境救下他的人是长孙无极。为了无极，扶摇执起手中长剑，守在了长孙无极面前。他告诉几人，只要他们愿意放过长孙无极，他任凭几人处置。长孙无极不愿意让扶摇牺牲，他苦苦恳求几人能放过扶摇，可几人却无视了长孙无极的痛苦，只想尽快封印扶摇，了结此祸端。长孙无极拼尽浑身力气，声声嘶吼，却还是无法挣脱掉手中的铁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扶摇因几人的法术而受伤晕倒在地。天机想上前阻拦飞烟，可惜他现在身受重伤，根本不是飞烟的对手。飞烟一出手就秒杀天机，并骂道：“不知好歹的东西！”天机就这样在无极面前领了盒饭。为了不让无极破坏他的好事，他居然命太炎上前去杀了长孙无极。太炎却直接暗中偷袭飞烟，可飞烟早就看清了太炎的心思，他当众揭破了太炎对长孙无极的爱意。为师的话呢？一生痴情于无极的太炎，为了不让飞烟得逞，负隅顽抗，却被打落无念山。原来无极已经感受到飞烟的脉象异常，气息虚弱，虽然看着容颜姣好，正值当年，不过靠的都是他人的阳寿换取的。虽然依靠着幻术维系生命，一旦天年将至，就衰落消亡，只在一瞬之间。此时已到了幻生殿殿主飞升之时，飞烟却不信，没想到下一秒脸就变黑了。飞烟因长孙无极的一番话怒不可遏，他想杀了长孙无极。无极生怕飞烟会对扶摇不利，他拼命挣脱了摄魂钉。扶摇在这时醒了过来，他护在长孙无极身旁，而战北野与宗岳一行人也及时赶到。他们一行人执意守护住扶摇与长孙无极。飞烟笑几人太过自不量力，只不过几个凡人之躯就想与他对抗。话落，几人交起手来，要杀了飞烟，阻止复活地飞天。但3人岂是飞烟的对手，纷纷都重伤倒地。这时扶摇冲了出来，两人几番打斗后，扶摇一剑刺向了飞烟的血肉之躯，只是这却刚好中了飞烟的计。你们也太想抢我幻生殿了！原来这打开扶摇的最后一道封印竟然是飞烟的命，这就意味着扶摇已经打开了全部的封印，彻底要黑化。只见飞烟化作一缕黑烟就往扶摇身体内钻去。去呀，孩子，去呀！扶摇一阵痛苦煎熬，紧接着扶摇就变得不一样，头发四散，嘴唇发黑，如预言中所说的一样，成了一个祸乱五洲的妖女。长孙无极不愿意相信扶摇会是妖女，他上前呼唤起一声：“你怎么样了？”扶摇却不再认得长孙无极，瞬间扶摇一把掐住无极的脖子，认为无极是自己的挡路石，将无极带到长青殿。此时封印在长青殿的地飞天蚕石也感应到了扶摇，扶摇决定以自己的躯体去祭奠地飞天的蚕石。长孙无极步步阻拦，可扶摇却不再记得以前之事，对长孙无极毫不留情。眼看扶摇离蚕石越来越近，无极拖着受伤的身躯爬到扶摇面前，抱着他大腿试着唤醒他，可却被他长剑刺中了身体。他这才想起了一些零碎片段，过往的零碎记忆令扶摇痛苦不堪，是他的蚕石却一遍一遍折磨着他，唤醒着他。望着痛苦的扶摇，无极始终没有放弃挽救扶摇，不停地呼唤他，试图让他清醒。他紧握住了扶摇的手，令扶摇恢复了几分神智。扶摇体内有2股力量一直相互抗衡着，他一边执剑要杀长孙无极，一边却又拼命阻止着自己。就在剑尖即将刺向长孙无极之时，扶摇战胜了心中的乱魔，将剑反刺入了自己的身体里，阻止了地飞天的重生。无极惊呆了，看着扶摇倒地死去。这时身后封印石终于毁灭，
果然，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命数什么的都是扯淡。俩人倒在血泊里，默契地将手伸向了对方。我们既然打败了命运的枷锁。这部剧真是把人虐得够惨了。不过还好，小编剧有良心，让俩人有了个幸福美满的结局。好啦，追了这么久的剧终于完结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留言评论哦。